我是一只不害人、爱漂亮、爱晒月光浴的高级僵尸。唉，可有一日，我竟然怀上了狗皇帝的龙种，还生了2只一模一样的龙凤胎小僵尸。然而这一切要从几年前的一天晚上说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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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今晚的月亮可真好啊，又亮又圆。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鲜血味，以前的那些血腥味都让我恶心想吐，我要去看看。陛下放心，结界已经开启，方圆百里都是我们的人，绝对无一活物能进入结界内，连只鸟都插翅难飞，您大可放心的解骨疗伤。千年玄冰寒潭身上的情蛊需再次解除。不好，这里怎么会有僵尸？叶青他们那群暗卫是干什么吃的？好香的血液，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由于在散发出白色寒气的寒潭里，僵尸阿柱并没有找准脖梗的位置，反而是本能的寻血而去，误打误撞地咬上了赫连战染血的唇瓣。下一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寒潭水下的僵尸阿柱在接吻那一刻，以唇瓣为起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一个人类。这一点血都不够我解馋的，不过这人类的血是真的很香啊。然后低头用力一咬，可是想象中喷血的画面并没有发生，阿柱完全没有吸到一丁点血。怎么回事啊？我的僵尸獠牙怎么那么不给力？等等，不对劲，我的牙呢？我又长又冰冷且令我骄傲的僵尸獠牙呢？怎么不见了？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阿柱人傻了，当场懵逼，不知所措。赫连战已经完完全全被秦蛊蛊虫控制，他猛地翻身，然后反把懵逼了的阿柱压在身下。你们敢信吗？眼前这个女僵尸因为不小心吸了一口皇帝的血，竟意外变成，并且为皇帝生下一对龙凤胎的僵尸。可怕！这人真是太可怕了！他不仅扒拉自己那漂亮的衣服，还像中了邪的僵尸狗一样疯狂地咬自己嘴巴。第一次跟人类接触，第一次干吸血坏事，就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还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人。哼！这人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了，坏人。赫连战苏醒过来时，四周静悄悄的一片，只有一旁的玄冰寒潭散着缕缕寒气，皎洁的圆月已经落下。怎么回事？自己怎么赤身躺在寒潭边？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被一只面容丑陋的吸血女僵尸扑倒了，后来发生了什么？陛下，一群废物，僵尸突破了结界，进了寒潭都不知道，朕昨夜差点死在僵尸手里，要你们这群废物何用？属下该死，竟然出了如此纰漏，甘受任何责罚。下不为例，所有人自己去暗卫堂领鞭刑。还有，从今天起，朕要青城山再无一只僵尸。青城河边，彼时笨手笨脚且还不习惯变成人的阿柱正在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美貌。哇！瞧这弯弯的柳叶眉，瞧这樱桃小嘴，瞧这长而翘的睫毛，这不灵不灵一闪一闪宛如杏仁般的大眼睛，自己可真好看啊！我真美，我真漂亮，我真绝色，我真赛西施，怎么会有我这么好看的人啊？变成人后，阿柱可以完完全全出现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了。于是自恋了半时辰的阿柱决定去人类里的青城县瞧瞧，感受感受其他僵尸形容的满大街都是血窟的感觉。对了，青城县怎么走？有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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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听说了吗？今天下午城外的和尚捞起了一具女尸，据说长得可漂亮了，像是天仙似的，只可惜红颜薄命啊。有我美吗？有我美吗？有我美吗？没有，没有，没有。阿柱也发现了，这里的人穿的都很漂亮，身上的衣裳比他的要漂亮要好看多了。爱美的他顿时不干了，我也要穿漂漂亮亮、花枝招展的衣服。然而阿柱不知道的是，行为古怪而又傻白甜的他早已经被城里的人贩子们盯上了，彼此间互相使了个眼色。彼时两眼发亮的阿柱正高高兴兴地在一家花花绿绿、衣裳满目的成衣店。没钱你进什么店铺买什么东西？死穷鬼，一枚铜钱都没有！滚滚滚，哪里凉快哪带去！阿柱表示很不服气，拳头都攥紧了。僵尸在青城山根本就不需要银子，谁牛掰谁说了算的。
再说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是银子，其他僵尸们也没说吸血的要银子的事情呢。我青城山大姐大表示不服。这位美若天仙的姑娘，您可真是漂亮啊，简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花见花开，我们从未见过像您如此明艳动人、倾国倾城的女子。阿柱听懂了，被夸的整个人都飘飘然，仿佛在天上飞，完全忘记了想做服装店老板的事情了。我也觉得我很美，你们俩真有眼光。眼前这个女僵尸第一天做人就被人贩子卖进了青楼，正当客人欲行不轨之事的时候，女人突然再次变成了僵尸。要是以后的人都这么听话多好，银子分分钟到手。那可不是嘛，发财了！发财了，该有肉的地方有肉，该瘦的地方瘦，好好调教一下，肯定能成为飘香院的头牌花魁，是棵大大的摇钱树。对了，不知姑娘如何称呼？阿柱，我叫阿柱。阿柱欣赏着铜镜里的自己，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铜镜，很是好奇。我真美，怎么会有我这么美的人？阿柱姑娘确实美，是我们飘香院里最美的花魁。我呢，是这里的保姆，你也可以跟其他姑娘一样叫我王妈妈，以后你的记忆名就叫美娘，怎么样？够直白，适合我。不过，什么是花魁？花魁呢，就是我们飘香院里最漂亮的姑娘，也是最受客人欢迎的。姑娘可识字，可会琴棋书画？不识字，不会，我只会晒月光浴。晒月光浴，月光不是看的吗？我真是奇葩。算了，懒得跟奇葩计较。那你什么都不会，想成为我们的花魁就难了。花魁不能大字不识一个和，不懂琴棋书画。那怎么办？我是最美的，我要当花魁。这些日子你先在房间里识字认书，学学琴棋书画的皮毛和鸡虫，临时抱抱佛脚。某一天吃过饭，阿柱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手脚还被粗粗的麻绳死死绑了起来。我出100两买下美娘主意。100两就想买下美娘主意，不自量力。我出300两，400两，500两，600两，1000两。可是1年收入，发大财了。老鸨王妈亲自把公子哥领到了关着阿柱的房间里。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我晕！救命啊！救命啊！有僵尸啊！妓院里怎么会有？真的有僵尸！整个飘香院乱作一团，嫖客、妓女、打手等全都四处逃跑，一边跑还一边发出同款惊恐叫声。救命啊！没想到自己那么快就变回了僵尸，当人的日子如此快结束。唉，不过变回僵尸就变回僵尸吧。那叫王妈的老鸨不是什么好人，他竟然敢绑架自己。僵尸阿柱搅得整个飘香院天翻地覆，他像是猫捉老鼠般一直戏耍着老鸨王妈。救命！救命！别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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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恶心啊！好臭的血腥味！觉得他血味犯恶心且已经发泄够了的阿柱，这才肯放过他。嘿嘿，既然都要准备回老巢了，那我当然要带点好东西。史权和石甲可是好东西啊，不对，他们不是东西，他们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还会夸赞自己。我还没听够彩虹屁呢。与此同时，官差们也拿出了浑身解数对付僵尸。然而，这对刀枪不入且是高级僵尸的阿柱来说是鼻虽瘙痒，像是在挠痒痒似的，一点实质性伤害都没有。官差们的眼神越来越惊恐。嘿嘿，找到了！阿柱终于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人，他开心的咧嘴笑了。两个男人被吊在一个大树上，面露惊恐。对面站着一个恐怖的女僵尸，可奇怪的是，僵尸没有去撕咬他们，而是左跳一下，然后再右跳一下，最后转一个圈，上去就是给他俩一人一个大嘴巴。夸我，快夸我美！这女僵尸好像听得懂人话，她这比手画脚的意思似乎是夸赞她。僵尸女王，您大人有大量，您慈悲为怀，心地善良，您宅心仁厚，人美心善。果然一说好话，女僵尸就不吼叫了，尤其是提到美这个字时，僵尸眼更是闪闪发亮。僵尸女王，您是这山里最美貌如花、美如冠玉、艳美无敌、美若天仙的女王。两人贩子开始了水深火热的日子。白天阿柱在棺材里休息睡觉，晚上睡醒便要求他们不停地夸他，吹彩虹屁，1分钟也不能停，一旦停了就是一顿打。饿了吃的都是死老鼠、死蛇、死蛤蟆之类的东西，不是没有想过跑，不管他们跑到哪里，神出鬼没的女僵尸都能找得到他们。然后等待他们的是更恶狠的毒打。如此1个月后，
两个人贩子史全和石甲终于是精神崩溃被逼疯了。听彩虹屁听过瘾了的阿柱也终于是放过他们，把他们扔出了青城山。两人贩子被官府找到时，他们正在吃米田共，但不少百姓都说他们是罪有应得，毕竟被他们俩拐卖的人没有1000也有上百。最近有点奇怪呢，白天越来越嗜睡，明明每天晚上都晒月光浴，汲取月光精华，但功力却不长，小腹微微隆起了一个弧度。难道我是胖了？又几个月后，阿柱发现自己的肚子变大了，像是里面藏了2只蹴鞠，再然后肚子越来越大。怎么回事？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自己的肚子不会是要爆炸吧？找别的僵尸问问这是什么情况。喂，瞎了眼的老头，你年纪大，你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为毛我肚子会越来越大？独眼老僵尸动作无比缓慢的低头看阿柱一眼，然后再慢悠悠的低头看他的肚子，一动不动。大肚子是怀孕了吧？什么是怀孕？怀孕就是你的肚子里有孩子了，以后会生出个僵尸小宝宝，恭喜你。一只僵尸也没有僵尸老公，现在你跟我说以后会生个僵尸小宝宝？还有，我以前也没见过有哪个女僵尸会怀孕的。阿柱觉得独眼老僵尸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阿柱很生气，他决定把眼前的独眼老僵尸打一顿。然而就在阿柱准备动手时，眼前的独眼老僵尸似乎提前感觉到了危机，咻一下便是飞窜了出去，速度快如闪电。这还是刚刚那只呆滞慢腾腾的独眼老僵尸吗？是不是换了只？自己竟然追不上独眼老僵尸，大肚子严重拖我后腿。我是青城山里最牛掰的僵尸，是青城山大姐大，是青城山的number one，还抓不到你一个老僵尸了。于是乎，青城山便出现了诡异的一幕：2只僵尸，一只老眼昏花，头发花白，还瞎了只眼；另一只带着肚子，上演了一出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戏码，吓得四周附近的各种动物都纷纷逃离此地，生怕被波及。阿柱已经追了独眼老僵尸2个月，却连他一根毛都没有碰到，都怪这大肚子。不过很快，阿柱就发现头顶上的满月在源源不断的向自己输送月光精华，好比凶猛的潮水般蜂拥而来，不费吹灰之力便是吸收了满满一身。阿柱的僵尸功力也上涨了，随之而来，他飞窜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一会儿便追上了原本追逐了2个月连毛都没有摸到的独眼老僵尸，还把他抓住了。我看你这个瞎了眼的老头现在还怎么跑，竟敢让我追了那么久，看我不打断你的僵尸狗腿。独眼老僵尸知道自己不是阿柱的对手，只能垂头丧气任他宰割。然而下一秒，僵尸阿柱就乐极生悲了，肚子，我的肚子好痛好痛。他是个僵尸，但他最然而这是没天道的事情，总会发生一些意外。却不，眼前这个女僵尸即将临盆，却引来了天劫。这好像是雷劫，僵尸产子会天罚。果不其然，下一刻，一道带着满满雷罚之力的闪电咔嚓一声击中地面上还在嚎叫起毫无防备的阿柱。我的天，这是99雷劫，一共81道天雷。京城皇宫养心殿里的赫连战望着窗外那扑面而来的暴雨，不知为何眼皮子一直在跳个不停，心神很不宁。这暴雨，这雷电，为何让我感到躁动不安？还有12道天雷，自己怕是要死了吧？唉，不对，本来就已经死了，只会灰飞烟灭，化为一滩黑水。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被雷劈。他只能无助的闭上僵尸眼，就这样等死。直击天灵盖的感觉很是酸爽，雷劫果然不同凡响。独眼老僵尸都被劈懵了，但他却并没有任何要让开和闪躲的意思，还是义无反顾地挡在了阿柱面前。剩下的12道天雷像是断珠般如数落在了替阿柱承受雷劫的独眼老僵尸身上，又快又准又狠。当最后一道紫色雷电滚滚落下时，哇哇2声，2只僵尸小婴儿也从阿柱的肚子里破腹而出，叫声响彻整片深山。原本乌云滚滚遮天蔽月，暴雨倾盆，雷声不断的天空骤然转晴，再次露出了高高挂在夜空中的满月。我的肚子被破开了，真的生了僵尸小宝宝，还是2只。独眼老僵尸没骗我，我乐个擦！这2个丑东西竟然是我生的，什么玩意儿？但这是自己的僵尸仔，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还能咋办？片刻后，阿柱终于是看向了自己的救命恩师。老头，你真是个好僵尸，我以后再也不追你了，也不打断你的僵尸腿了，我让你当青城山最美最牛掰的老头僵尸。3年后，
依然是青城山深处某个隐秘巢穴里，一大两小棺材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突然，砰的一声，大棺材的棺材盖掀飞，僵尸阿柱从棺材里跳了出来。紧接着，同样是砰砰两声，两只约莫3岁模样的白面獠牙小僵尸从棺材里跳出来。娘亲，娘亲，娘亲！女僵尸一场意外，竟然和当朝皇帝一夜春风，并在3年前历经雷劫诞下龙凤胎。而这两只僵尸仔仔不仅会口吐人言，而且每逢中秋月圆之夜还能变成人类。我再也不是青城山最美女僵尸了！哼！可恶的雷劫，还有你们啦！去，找你们的僵尸爷爷玩去！知道了，娘。我是小僵尸，冷血又爱吃。我是小僵尸，雷血又爱刺。下山，山下不安全，你非去不可吗？僵尸爷爷，您不是说娘亲是为了生我们2个才变成这样的吗？我想下山去找找有没有能让娘亲恢复美貌的神药，给娘一个惊喜。都是僵尸了，都当僵尸仔仔的娘了，怎么还那么爱美？那你们小心，不到迫不得已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僵尸爷爷您放心，我厉害着呢，而且娘说了，人类都不是僵尸的对手，厉害着呢。是这样吗？我记得人类世界买东西是要花钱的。这么想着，独眼老僵尸叔弟掀开自己的棺材盖，僵直的老手从棺材里掏出2大块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慢慢擦拭干净，露出其原本的颜色。哇！僵尸爷爷，这是什么？好好看，好看看。这是钱，爷爷给你们的，拿去下山花吧。原来这就是娘所说的钱呐！谢谢僵尸爷爷，谢谢爷爷。僵尸爷爷再见啦！再见啦！在跟独眼老僵尸挥手告别后，祝大宝和祝小宝各自怀揣着100两金元宝的巨款，蹦蹦跳跳的快乐下山了。醒来的阿柱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棺材里跳出，然后等个几秒，2具小棺材却还没有任何动静。阿柱一看，这才发现平时喜欢像跟屁虫一样跟在他身后的2只僵尸小仔仔不见了。去找独眼老僵尸问，才知道他们下山了。我也想下山，啥时候才能再次变成人啊？唉。卖灯笼哥卖灯笼了，兔子灯笼、老虎灯笼应有尽有。豹子，现出炉的热乎豹子。难怪娘喜欢当人，原来山下这么热闹好玩啊！热闹好玩玩。聪明机灵的朱大宝很快发现有3种不同的钱，一种是跟他们手里金元宝一样的金子，一种是银色的银子，还有一种是可以串起来的方孔圆钱，叫铜钱。手里的金元宝到底价值多少？算了，还是先去猜谜语吧，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重点是免费。老板，我们也要猜谜语。猜谜语。摊主笑容满面的递出2张谜题给他们，这一看，祝大宝和祝小宝都懵住了，写满了迷惘和茫然。这写的是什么？我们不识字呀。不识字是不是？你们的父母呢？叫你们爹娘来猜呀。我娘。祝大宝话音未落，一名衣裳还算华丽的富太妇人带着几名家丁风风火火地冲到了他们面前。你们跑哪里去了？娘差点找不到你们，你们可是娘的命根子，要是出了什么事，娘也不想活了。还没见识过人间险恶的祝大宝和祝小宝都愣住了，小脑袋懵懵地望着抱住他们痛哭流涕的娘。娘也变成人了吗？娘变成人长得这么富态丰腴吗？可是感觉不太像呀。别哭了，孩子找回来了就好。孩子小不懂事乱跑，你们当父母的要时时刻刻看好牵好。今天又是中秋节，街上人可多了。可不是嘛，现在的拍花子可多了，万一一不小心被拍花子拐了去，那真是哭都没地方哭。泪流满面的富太妇人趁2孩子还在犯懵之际，一把抱起他们，带着家丁们又风风火火离开了。娘，你这是我们的娘吗？那漆黑干净清澈的瞳仁，仿佛能把她完全看穿看透，直击灵魂。不知为何，鸡皮疙瘩瞬间就上来了。难道自己还会怕了一个3岁小孩不成？这车里可都是我的人。我当然不是你们的娘，但我可以送你们上天去见娘。话落，海富士和儿子侄子们一起动手，用提前准备好的蒙汗药把祝大宝和祝小宝迷晕，并用麻绳捆绑好小手小脚。好，娘，这里有100两金元宝。原来这是100两金子呀，能买很多东西吗？那是当然，100两金子相当于1200白银，相当于100万枚铜钱。那你们知道哪里有治疗毁容、恢复美貌的神药吗？
皇宫里应该有。听说西域古国刚刚进贡了价值连城永保容颜的天山雪莲。说完了，车内众人才反应过来哪里不太对劲，定睛一看，他们才发现直到何时起，原本应该被他们迷晕的3岁小女孩和小男孩都醒过来了。小女孩还睁着一双大大的漂亮杏眼对他们笑。谢谢你们呀，谢谢你们。怎么回事？让你们准备的药怎么那么快就失效了？你们是不是喂下银子去买的假蒙汗药？没有呀，娘。打死我们也不敢这么干啊！幸好很快就回到家了，把他们俩关柴房里去。女僵尸一场意外，竟然和当朝皇帝一夜春风，并在3年前历经雷劫诞下龙凤胎。而这2只僵尸崽崽不仅会口吐人言，而且每逢中秋月圆之夜还能变成人类。而他们刚刚下山就被人贩子给劫持了，而且还见到了他们的皇帝老爹。大胆！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掳走本郡主！本郡主要让皇舅舅诛你们9族！你们听到了没有？本郡主命令你们！这下终于是清静了。郡主更好，又有皇族血脉，吃了更加长生不老。找，继续去找，无论如何都要找回意义。出了何事？小郡主无故失踪了，驸马爷怀疑她的身份已暴露。不怀疑，肯定已经暴露。朕这4年来斩断了不少他的朝廷爪牙，夺回一部分掌控权。老妖后他开始急了，他这是在警告驸马爷呢。急了也好，越急破绽越多。下一步啊，朕要慢慢夺回御林军控制权。你带几名暗卫暗中协助驸马爷寻找，务必要找回小郡主。喂，你别哭了，我能救你出去。想出去的话，你就不要再哭了。陆一顿时停止了哭泣，一双眼睛求救地看向他，已经心急乱投医，完全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太对。毕竟对方也只是个3岁孩子而已。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作为小郡主是不是很厉害？那你知道皇宫，知道天山雪莲吗？那好，既然你那么厉害，我救你离开，你带我和小宝去皇宫拿天山雪莲怎么样？我知道皇宫里的确有天山雪莲，但据说价值连城，我都没有见过长啥样呢。难道自己一个郡主还比不上天山雪莲吗？海富士他们一行人正快马加鞭，兴高采烈地驱车前往祭祀湖神的长寿湖，还聊得很开心雀跃。然而就在这时，马车内不知为何突然出现了一条长满了鳞片的黑色小蛇，正向他们吐着猩红的信子。众人发出一声尖叫，马车也因此受到了惊吓，原地打转几圈。受惊逃出马车外的海富士他们刚想喘一口气，下一秒，只见正前方的道路上突然间弥漫起了一股阴森阴冷的烟雾，旋即2只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的小僵尸一蹦一跳地出现在马车面前。有僵尸，快跑啊！直接冲过去。说着恶狠狠地一挥马鞭，就冲着2只小僵尸直闯了过去。女僵尸一场意外，竟然和当朝皇帝一夜春风，并在3年前历经雷劫诞下龙凤胎。而这2只僵尸崽崽不仅会口吐人言，而且每逢中秋月圆之夜还能变成人类。而他们刚刚下山就被人贩子给劫持了，而且还见到了他们的皇帝老爹。然而闯是闯过去了，但身后的2只小僵尸还在紧追不舍，这回直接不蹦蹦跳跳了，而是直接飞身追他们。2颗僵尸脑袋像是旋转的篮球般，边追环边360度旋转，快吓尿了的海富士他们一转头，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海王背后竟然趴着一个浑身湿漉漉没有面容的小孩，小孩对他们露出个恐怖异常的笑容。我好惨啊，还我命来！有鬼呀！有鬼呀！啊，对，身后有僵尸追，后背有鬼缠，车内还有毒蛇。这下海富士他们终于是崩溃了，驾驶着马车已经开始慌不择路了，最后更是从山上一跃而下，连车带人带马一起滚落山崖下。变身回人的那一刻，祝大宝和祝小宝都感觉到了一道温暖的金色光芒进入体内。被喊鬼的小孩跟他们挥手说再见后，便彻底的消失了。你们娘好可怜呀！你们放心，本郡主说到做到，明天就带你们进皇宫找皇舅舅要天山雪莲。错过了什么？到底发生了啥？还有人贩子怎么死的？只可惜小郡主一问3不知，看到驸马爷后就一直撒手不放。另外一个5岁男孩高烧不退，还有2个更是只有3岁。望着眼前呆萌可爱的一对龙凤胎，叶青总感觉有点眼熟，好似在哪里见过，却又想不起来了。到底在哪里呢？这也太豪华贵气了，住在这里都是神仙吧？祝大宝和祝小宝已经震惊的目瞪口呆，小脑袋瓜子里除了皇宫好美就是皇宫好漂亮。参见陛下，陛下万岁！免礼，平身。这人好帅啊！你是神仙吗？脆生生的童音响彻整个大殿。为什么这么说？昨晚的事他已经听叶青说了，也知道他们此行目的。
我莫名的看到的第一眼就对眼前的3岁龙凤胎很有好感，为何会如此？你看，你住在那么漂亮的皇宫里，又长得那么好看，那么帅，不是神仙是什么？不是神仙是什么？皇舅舅，原来你是神仙啊！对，朕是神仙，朕是神仙，朕手里还有天山雪莲神药，你们想要吗？原本他并不打算把价值连城的天山雪莲送给2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昨晚也在叶青面前信誓旦旦，但现在他自我打脸改变主意了。我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陛下真的脑袋进水了？可以吗？想要。可以是可以，不过天山雪莲世上暂时就这么一株，朕不可能全都送给你们，朕可以送给你们一片天山雪莲花瓣，同样有永葆青春、恢复容颜的功效。原来陛下脑子没完全进水，只是进了一点水。那也行，谢谢神仙叔叔。谢谢神仙夫妇。女僵尸站在万丈悬崖，嘴角微微上扬，随后纵身一跃跳了下去，然后上来又跳下去，如此反复就是为了再次变身成人。然而此时他的2个僵尸小崽崽给他带来了可以变成人的天山雪莲。肯定是动作不对，再来一次。还是没变人，肯定是姿势不对，重来一次。僵尸爷爷，我娘这是在干嘛？你娘她疯了。娘疯了。你们的娘亲在跳崖。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跳崖。她从悬崖上跳下去，然后上来，又跳下去，然后又上来。娘，你为什么要跳崖呀？就算你毁容了，长得丑，你也不要想不开啊！子不嫌母丑，我们不会嫌弃你的。会嫌弃你的。你们才长得丑，你们才想不开，老娘这是在变人，我上次就是跳下去了以后变成人的。这是脑回路清奇的阿柱经过苦思冥想得出来的结论，变人关键是跳崖。去，一边去！你们是玩得开心高兴了，现在才回来，娘也要变成人去玩个尽兴，玩个痛快。那看来娘是不想恢复美貌了。唉，管我们俩还累死累活把蛇药天山雪莲拿回来了。哎，神药恢复美貌。正准备要下一次跳崖的阿柱听了，顿时双眼一亮。我想快把神药给我。祝大宝从包袱里取出天山雪莲，还是一整株，好香的味道，好香，香得的僵尸嗷嗷叫。阿柱忍不住舔了舔自己傲人的僵尸獠牙，然后迫不及待地从大宝手里拿过天山雪莲，一个没忍住，嗷呜一口，连透明匣子带天山雪莲一起吞进了肚子里。娘，我让你吃天山雪莲，没让你连匣子一起吃啊！你怎么回事？怎么饿成这样？可是真的好香呀！我忍不住，上一次觉得这么香时，还是4年前那个俊美男人的血。快点吐出来！我不要！吐出来！我不要！阿柱说完后又开始跳崖了，他的僵尸身体像是大鹏展翅般在空中自由落体。师傅，这里有块金元宝，上面有僵尸的气息。这里果然有僵尸作乱，玄成，你招个魂来问问究竟。是，师后，秩序洋洋，日出东方，神归庙，鬼归坟，散则成器，聚则成形。魂来。你们是谁？是你们救了我吗？原来我还没有死吗？不，你死了。玄成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念想，让他把自己怎么死的从实招来。是不是看见了僵尸？鬼魂海二连连点头说对，他隐瞒了自己拐卖小孩的事情，只把马车坠崖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师后，我们现在怎么办？先去投靠师伯，还是去追僵尸？这样吧，你去追僵尸，我去找师兄援助，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飞鹤传书。是。原来娘说的全都是真话，跳崖真的能变成人，真的能变成人。哈哈哈，太好了，我又变成人了，娘，你真美，真美，那必须的，不然怎么是你们娘亲呢？怎么会生出你们2个这么漂亮的孩子呢？孩子随娘。那娘，我们的爹爹呢？爹，你们没有爹。那娘，你是怎么有了我们的？这我怎么知道？我就是变成人后去了一趟飘香院而已，然后回到青城山肚子就大起来了，你们就在我的肚子里了。哦，原来如此，懂了，爹爹就在飘香院里，下次下山就去那里找。
反正这次我打死都不去飘香月了，有号吃号和漂亮衣服我也不去。哼，娘去玩了，你们乖乖在家。说完便潇洒离开了，背影欢快，没有一丝留恋。两只僵尸小崽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很有默契的上了悬崖边，学着他们娘当当的模样循环跳崖。完蛋了，两个乖孙也疯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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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爹娘，女儿不孝，只能来世再报答你们的恩情。柳郎，如果有下辈子，我再嫁与你为妻。喂，你在干嘛？这个好玩吗？女子似乎没想到会有人忽然出现至此，吓得脚下抖的一滑，这下是真的直接掉在了白灵上。女子感觉脑袋发胀，仿佛要爆炸一般，她下意识的开始挣扎，晃动蹬腿，左右摇摆，还挺好玩的。好玩，我也要玩。阿柱赶紧把女子抱下来，然后他自己垫上，但是吧，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太用力，咔嚓一声，白灵被他扯断了。这回变成人后，力气怎么变得那么大了？你不要哭呀，我赔钱还不行吗？只是一条白色的丝绸带子罢了，有必要那么伤心吗？我不要钱，我只想要我的柳郎。为什么我的命运会如此多舛？呜！那你和我说说，看看能帮你不？女子是一只爱臭美的僵尸，就在刚刚再次变成人的她偷偷跑下了山，却遇到了一个想不开的女子。通过两人之间的友好沟通，得知她是被迫参加1年1度的选妃大赛。作为爱臭美的僵尸，她怎么能错过？后宫选秀，全朝选美。你看我美吗？哎，很美。大家都说我长得如花似玉，明眸善睐，但眼前的女子比我更花容月貌，倾国倾城。那你看呀，我长得比你美，比你好看，我帮你去参加后宫选美怎么样？反正你又不想去，但是我想去呀。好像似乎不是不行。你真的想入宫选秀吗？不是骗我。那是当然，毕竟我长得那么美，怎么可能不去参加呢？后宫第一美人和全朝第一美人非我莫属。于是两人成交，阿柱就这样成了带进京入宫的秀女。车轮滚滚碾过马路，掀起一阵尘土。以身体抱恙为借口轻纱掩面的阿柱坐上了前往京城的马车。从马车上看行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耶，是以前僵尸生涯里从未有过的神奇体验。四处张望的他一不留神，掩面滴白色轻纱便是被呼呼作响的烈烈风声吹走了。再然后，阿柱看到轻纱正中一个小道士脑后勺。好漂亮，如天上的仙女。阿柱似乎感受到了她的注视，还对她露出了一个盈盈的微笑。那一笑千娇百媚，也狠狠地撞进了他的心里。2天后，青城山深处跳崖已经整整跳了2天了，但两只僵尸小崽崽还是没有变成人。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变成人呀？可是娘就是这样变成人的呀，娘没骗我们呀。娘还说上次也是这样变人的。等等，上次会不会跳崖变人的方法只对娘有用，对我们没用？我们想变人也只能按照我们上次的方法啦。那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为什么过了出生的中秋节那天还能变人吗？当时没啥特别的，有一道金色的光芒很温暖，有金光很舒服。这道金色光芒其实是有名字，叫功德金光，不过两只小崽崽并不知道。阿柱一路顺利地来到了京城，跟其他另外选中的2999名秀女排队一起进入了皇宫里。几日后，他通过海选，但也很苦恼，他开始后悔选秀了。动不动就要行礼，还要3叩9拜，这简直是在为难我嘛！还不如当僵尸自由自在。跑，还是不跑呢？有了，我要当太后娘娘。阿柱已经听宫中嬷嬷说了，宫里第一厉害是太后，第2是皇帝，第3是皇后。我作为一只野心勃勃的僵尸，要当最厉害、最牛掰、最漂亮的太后娘娘，要呼风唤雨，说一不二。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一名凶神恶煞的土匪提刀追来，锋利的刀上已经沾满了鲜血，顺着刀尖滴落在沿途的草丛上。很快，那满脸凶相的土匪便是追上了体力不支的女子，一脚把她踹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上的束发也随之散落。原来是个娘们，先让老子开心完再一刀结果了你。你放心，你就算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土匪，你们杀了那么多人，你们不得好死！臭娘们，给你脸你不要脸！我都听到了，你是不得好死的坏蛋，所以弟弟你说后半句，请你去死吧！嘻嘻，3、2、1，放！伴随着一声尖叫，土匪摔得粉身碎骨，那双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不过很诡异的是，那土匪死后并没有魂魄出现。当然，
祝大宝和祝小宝也没空注意这些，因为他们发现，就在作恶多端的土匪死去的那一刻，那道让他们感到很舒服的金色光芒再次覆盖进了体内。吓傻了的女子也反应过来这不是自己的错觉，望着地上已经摔得死透的土匪，再看看即将渐行渐远的2只小僵，被救了，被2只小僵尸救了，他们是好僵尸。小僵尸大人，小僵尸大人，求求你们救救我的村子，求求你们！原本准备离去的祝大宝和祝小宝顿时又蹦蹦跳跳的回来。救人有金瓜啊，我们最喜欢救人了。你的村子怎么了？怎么了？小僵尸大人，我的村子就在不远处的山脚下，叫桃花村。今晚上村里突然来了一群屠村土匪，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见人就杀。我爹娘为了护我出村，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我好不容易跑出桃花村，想去报官，但还是被发现了，被追了上来。呜呜呜！求求你们，救救我的村子！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哈哈哈哈哈哈！小娃娃，找到你了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和尚法号无为，是四海为家的一名高僧，如今暂时借宿在大夏朝报国寺里。2天前，无为大师夜观星象，算出桃花村此地会有一劫，整个村的人都在劫难逃，于是夜以继日赶来这里。虽然我来迟了，但桃花村大部分人都得救了，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2只小僵尸，善哉善哉，否则恐怕酿成大错。此地属于极阴地，今晚又属于极阴之夜，一旦土匪屠村成功，全村之人都将化身为厉鬼，甚至是诞生鬼王或鬼母，危害人间。在往生咒的超度下，还有些村民竟然隐隐想要化身为厉鬼，不愿踏入鬼门关。但是那群土匪的魂魄更是诡异的失踪不见了。很显然，背后有人在操控这一切，对方图谋不轨。阿弥陀佛，善因善果。那位天王北龙拜天，一天而行，请路一条，各种上天各惩罚。无为大师随手抹除了小僵尸的位置气息。某处地下密室，一个阴邪的噬魂阵里接二连三的出现了10几只鬼，正是意图屠村的土匪们吧？一群没用的东西，屠个村都不成功，留你们何用？道长饶命！道长饶命！已经化为鬼魂的土匪们害怕的连连求饶，并把2只小僵尸救人一事全盘托出。那刀枪不入的小僵尸还会说人话？会说人话的小僵尸还会救人，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当即抽取其中一名土匪的鬼魂施展了搜魂术，这是一种强大的禁术，可以查看土匪们当时的记忆，但代价很大，被搜魂者会魂飞魄散。不一会儿，那名土匪死前的画面都一一浮现在邪修眼前。飞僵竟然是2只小飞僵，果然会说人话。飞僵并不算特别难对付，但若能控制他们为自己所用，那自己将所向披靡。邪修满脸邪恶的笑了，而被他强行搜魂的土匪鬼魂则是砰的一声后灰飞烟灭，魂飞魄散了。哼，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了不起，不过是个种地的。对，就算真的当上了妃嫔又如何？陛下根本不会喜欢你这种空有美貌的货色。听说你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真是笑死人了。可不是嘛，我要是你，根本没有脸来参加选秀。哇，你们也觉得我长得漂亮，能当上妃嫔啊？谢谢你们，我更有信心了。虽然你们没有我美，但是也不要气馁。他是不是听不懂嘲讽？阿柱确实听不懂，阿柱只关注如何才能当上权倾朝野的太后。他也已经偷偷问过宫中嬷嬷了，有4步。第1步，先当上妃嫔。大家都说我长得美，当妃嫔稳了稳了。第2步，生个儿子。太好了，儿子我已经有了。
第3步，儿子登基为皇，自然就能从皇后升为太后。原来如此，学到了，很简单嘛，都已经完成2步了，就差后面2步而已。我也等成为妃嫔后，就把在青城山里的小宝和大宝一起接到皇宫。哪里不对劲呢？下山喽，下山喽，找爹爹喽。叔叔，你知道飘香院在哪里吗？怎么去吗？去，那里不是你们俩孩子该去的地方，赶紧回家去。不知道，我从来不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鬼混。老婆，你放心，那地方我从来不去。你们俩孩子想去那里，去那里干嘛？去那里找爹爹。造孽哦，有2个这么可爱的孩子了，还要去潇洒。很快，县城2名捕快巡逻至此，得知此事后，先是驱散了围观的老百姓，然后带着2孩子前往飘香院寻人。你们的娘呢？她怎么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她怎么放心你们2个孩子来这里？娘走了，不见了。丈夫不顾妻儿日日夜夜留外面，妻子大手刺激经史失常离家，2嗷待哺的孩子不得不颠沛流离，一路受苦受难，千里寻爹。你们真是太可怜了。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把爹找回来。谢谢你们。你们2个看看，哪个是你们的爹？1、2、3、4、5、6，竟然有6个爹。可是我们只有1个娘怎么办？这要怎么分？要不把美貌的娘分成6份？可是我觉得他们都长得不好看，怎么办？第1个爹太矮了，都没有娘高呢。第2个爹太丑了，第3个爹太胖了，第4个爹太瘦了，第5个爹太错了，第6个爹太黑了，哪个都不好看呀！不好看，辣眼睛。弟弟，你喜欢什么样的爹爹？我觉得上次见到的那个神仙叔叔还不错，可以当我们的爹。不错，上次神仙夫妇还抱了我呢，感觉暖暖的。那走，我们现在就去京城找神仙叔叔当我们的爹爹。不是，你们都没考虑过万一对方拒绝当爹怎么办吗？说不定人家已经有孩子了呢。不要以为你们长得可爱就能为所欲为。秀女阿柱给太后请安，太后娘娘万福。都抬起头来，让哀家仔细瞧清楚了。在太后看他们时，她也一眼便瞧清楚了太后娘娘的尊严。是个长得还很年轻靓丽的太后，保养得很好，看起来约莫20出头的年龄，整个人雍容华贵，贵气的眉眼间还自带威严与凌厉。很好，太后娘娘没我漂亮，这样等我日后成了太后，还是最美的那一个。你便是最美秀女阿柱了，果真是个漂亮的美人胚子。来，到哀家的身边来，让哀家仔细瞧瞧你的美貌。阿柱顿时心花怒放地上前让太后瞧得清楚。哟，瞧瞧这肌肤，可真是肤如凝脂，吹弹可破，就连哀家都爱不释手，想来皇帝一定也会很喜欢。年轻太后的眼底闪过一抹贪婪，只是很快就转瞬即逝。这么漂亮的美人儿，哀家这个就做主了，直接册封为驻美人，赐驻单独的美人宫。哇塞，这封号简直太对我胃口了！谢太后娘娘，娘娘千岁。在众人眼红嫉妒中，阿柱当天便入住了富丽堂皇的美人宫。3日后，便是由皇帝翻牌，新入宫妃子正式侍寝的日子。用完晚膳的赫连战望着进士房太监呈上来的绿头牌，他眼眸微微眯起，节骨分明的手掌一翻，上面便出现了3个字：祝美人。又想用美人计？4年前我一时大意，导致中了刑蛊，所幸已经解了，这回可不会了。赫连战心里已经认定阿柱就是老妖后的人，甚至已经在琢磨着该怎么拿他第一个开刀，然后把老妖后的人全都拔除。第一天由阿柱侍寝的消息便像是长了翅膀般再次飞传遍整个后宫。后宫里新妃嫔们心思各异。姐姐，按理说这后宫您最大，论规矩也应该是您第一个侍寝才对。那可不是嘛，那祝美人算哪根葱啊，竟处处压着你。姐姐，看来这后宫里只要有祝美人1日，我们便永无出头之日。姐姐宁可咽得下这口气。他们你一口我一口，俨然已经抱团，一起商量着如何把阿柱斗倒。侍寝我拒绝，我不要侍寝，在这里舒服极了，才不要去跟别人挤床呢。谁来侍寝谁去，反正我不去。是的，没错，别人理解的侍寝是受到皇上宠爱，有机会诞下皇子，从此荣华富贵，而单纯白痴的阿柱理解的则是挤床。一张床而已，有什么好挤的？可是小主，您不是一心想要当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吗？不侍寝的话，您就得不到陛下的宠爱，就当不上皇后了。而且呀，小主，这后宫那么多新入宫的妃嫔，您是第一个被翻牌侍寝的，您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说明什么？说明呀，您是后宫里最美的妃子，您花容月貌，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然陛下怎么会让您第一个侍寝呢？我要侍寝，我要侍寝，我是后宫第一美妃，我要第一个侍寝。皇帝还是很有眼光的嘛。
他是当朝的皇帝，她是千年的女僵尸。4年前的一场意外，2个人一夜春风，女僵尸诞下可变僵尸可变人的龙凤胎。4年后的今天，女僵尸凭借自己的美貌成功当选美人，并且今天是她侍寝的日子。此时的阿柱被包裹在锦缎里，有几名太监运送到养心殿里。一路上阿柱都觉得很好玩。好玩好玩哇！能再走一遍吗？我还想再来一次。头一回听到这种要求的，并不能。小主，正要准备就寝了，所有人都退下。咚咚咚的脚步声徐徐传来，不知为何阿柱的心脏也突然咚咚作响。阿柱忍不住从缎被里探出自己的漂亮脑袋来，想一探究竟，看看即将到来的皇帝长什么模样。莫名有些紧张呀，很帅啊，但是也很眼熟。4年前尘封的记忆墨汁而来，刹那间阿柱回想起了当初的一幕幕，惊得当场坐起来。靠，这不是那个喜欢咬人的疯狗男人吗？死都不会忘记。先穿上衣服，陪朕饮酒。祝美人，你想干什么？我干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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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死你！一个个重重的拳头便是落到了赫连战的俊脸上，他似是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眸，瞠目结舌，脸色莫变。我以为你想使用美人计得宠，没想到却是要弑君。不要以为我不打女人就这么肆无忌惮，我也是要脸的。然后砰，又挨了一拳。阿柱是真敢动手啊，根本没有留情可言，力道还贼大。别打脸啊，别打脸啊！理智上赫连战知道自己应该当场厉声，让侍卫进来把祝美人逮捕，但情感上他又莫名的不想让别人看见他身体，就很矛盾，只能一直挨打。嘿嘿，陛下这回玩的可真野，看来这祝美人很得陛下之心啊！拳打脚踢完的阿柱终于是心满意足的放过他，这才施施然的转身穿好衣服。而赫连战则是俊脸一片，鼻青脸肿。当晚怒不可遏的赫连战就下令把祝美人贬为庶人，并打入了冷宫。荒郊野岭里的一座废庙，干枯的树枝火堆发出噼里啪啦燃烧的声响。18岁的玄城望着一左一右的2颗小脑袋。谢谢道士哥哥，谢谢道士哥哥。道士哥哥，你可以收我们为徒，教我们画符吗？我们很乖很聪明的。我们很乖很聪明的。不和师傅还要4处降妖伏魔，4海未加，没空带你们2个奶娃娃。再说了，画符不是一下就能学会的，首先得把基本功拿好，没有个10年8载的，别想能学会。那你能让我们看一下那本画符书吗？顺便教我们认认字，免得我们以后看到了连字都不认识。行，反正让他们看看又不会少块肉。谢谢道士哥哥，你真是人美心善。人美心善。这是镇尸符，这是对付僵尸的一种符符，只要贴在僵尸的额头上，他们就动不了了。祝大宝和祝小宝瞬间瞪大了眼睛，突然感觉天灵盖上凉飕飕的，忍不住吞咽了下口水。那然后呢？僵尸不动后呢？那当然是直接灭了，免得祸害人间。我这次就是追寻僵尸气息而来的，只可惜还是跑了。不过这镇尸符只对低级僵尸有用，高级僵尸还得用那种五雷符。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五雷符了。五雷符可以对付一切妖魔鬼怪。瑟瑟发抖抱在一起的祝大宝和祝小宝相互对视一眼，一定要记住，这样死得明白点。明白点。几日后，玄城把他们送到了公主府外，还送了2只千纸鹤给他们。燃饭一场，这2只纸鹤送给你们，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联系，会用吗？会搭会搭。谢谢道士哥哥，谢谢道士哥哥。许久未见他们的小郡主陆依依蹦跳着带着仆从来门口接他们，玄城看着他们进了公主府才快步离开。皇宫里的赫连战也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他没想到俩浴血可爱的孩子又突然出现了。陛下，您打算就以这副尊容去见他们吧？哼，该死的祝美人！神仙叔叔，神仙夫妇，听说你们想见朕，是有什么事吗？是有事，是我们想你啦，想你啦。朕也想你们。第一次看到如此温柔的陛下，跟平时完全不像。等等，哪里不太对劲？他下意识地看了陛下一眼，旋即又看看那2个粉雕玉琢的孩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觉得这对龙凤胎眼熟了，因为他们长得跟陛下有几分相似，尤其是侧颜一模一样。陛下他从小便身怀蛊毒，还中了断子绝孙的绝子蛊，是绝不可能会有后代的，除非有奇迹出现。神仙叔叔，你有孩子了吗？猝不及防被问及此事的赫连战猛然咳嗽几声。没有孩子？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还是处男之身呢，哪里来的孩子？那太好了，正好我们没爹。神仙叔叔你没孩子，不如你来当我们的爹爹吧，这样你就有孩子，我们就有爹了，简直太完美了。完美。自己出现了幻听，大概是耳朵里长茧了吧？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恭喜神仙叔叔你有孩子啦，你喜当爹啦，以后你就是我们的神仙爹啦。喜当爹啦，喜当爹啦。这回他们是听得一清二楚，一字不漏了，但是赫连战和叶青都傻眼了，一时呆愣在原地。怎么就喜当爹了？不行，朕不能当你们的爹。
一听这话，俩浴血可爱的孩子瞬间泪眼汪汪。为什么？是我们不够可爱吗？还是我们不够听话？不够听话。望着他们眼里的泪水，这一刻赫连战感觉自己像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瞬间手足无措起来。不是，你们很可爱，很听话，朕也很喜欢你们两个。只是朕作为大夏朝皇帝，不能随便认你们当孩子。完全不听的祝大宝和祝小宝嗷嗷大哭，眼泪像是断线的珍珠般哗啦啦。可惜没人爱，我们是爹没有娘不疼的可怜虫，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对，算了。好了，朕答应当你们的爹，朕来疼你们，乖，不哭了。至于赫连家列祖列宗，我死了再负荆请罪吧，希望到时候祖宗们下手轻一点，别再打脸了。太好了，我们今后也有爹爹了，再也不是没人要的小孩了。第一次见到喜当爹还那么高兴的，果然皇帝脑子都不正常。虽然我认了你们当孩子，但我暂时没办法册封你们为公主和皇子，更没办法接你们入宫居住。不用啊，我们单纯只是喜欢你，想认你当爹，叫你神仙爹，并不想当什么公主皇子，也不想入宫住。住进皇宫，万一僵尸身份暴露了怎么办？凉拌小僵尸吗？还是红烧小僵尸？慈宁宫听到高公公回禀的太后微微蹙了蹙眉头，去年把国师大人请来，哀家养了他那么久，该派上用场了。高公公领命退下，很快看起来仙风道骨超凡脱俗的国师玉玄道长便款款而来。作为史上最快被打入冷宫的妃嫔，阿柱已经习惯了这里，除他外还有几个已经疯疯癫癫蓬头垢面的妃嫔，阿柱已经顺利地融入了他们。我是陛下最宠爱的妃子，陛下我们去御花园赏花吧。我才是陛下最爱的妃子，我要跟陛下生猴子。陛下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多乖呢。你们都不是陛下最爱的，我才是，我比你们都美。这里朕最美，你们都没有朕美。这话得到了所有疯癫妃嫔们的认可，然后又开始你一口我一口的嚷嚷起来，热闹的宛如精神病院。好家伙，没想到众美人在冷宫里竟然如鱼得水，反而自己格格不入。要不我走。连翘你怎么来了？一瞬间，刷刷刷，所有人都齐齐看向了他。连翘感觉自己遭到了死亡凝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暴毙当场时，疯癫妃嫔们又乌拉拉的跑了。快跑啊，快跑啊！有怪物来抓我们了，大家快躲起来！小主，你怎么跟那些人玩在了一起呢？奴婢看着都觉得害怕。不会呀，他们多可爱啊，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还让我当皇帝，在这里我就是最美的老大，我超喜欢这里的。您对可爱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还有你说什么喜欢这里？那您是不打算出去了吗？还能出去吗？外面不是有人把守？小主，您那么美，只要您能重获陛下宠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下次再见到那个皇帝，我还要再打他一顿。等等，我听到了什么？还要再打他一顿？所以小主，您在侍寝那天晚上被打入冷宫，是因为打了陛下？那当然，我把他揍得满地找牙，你是没看到，当时他的脸肿得像猪头，嘿嘿嘿。唉，只可惜儿子祝小宝不在皇宫里，不然如果直接把狗皇帝打死了，小宝岂不是就能登基了，不就成太后了？容妃娘娘道：吾朝已到。张贵嫔道：这里颓垣败壁的，脏死了，衣服都要弄脏了。这里好多灰尘和蛀啊，原来这就是冷宫，跟祝美人倒是挺配的，都那么不堪。去把祝美人找出来。不一会儿，嘴里还塞着肉的阿柱和连翘连同时和都被压到了容妃他们的面前。来送好吃的呢，你们可真是主仆情深呐！奴婢参见容妃娘娘及各位小主，娘娘和各位小主万福。奴婢不敢跟阿柱称情，奴婢一时鬼迷心窍，违背宫规，罪该万死，奴婢甘愿受责罚。你们几个怎么来了？你们也是来给我送好吃的嘛？容妃他们都忍不住被他蠢笑了，直呼阿柱入宫时登记入册的大名。何猪猪，你是不是没脑子？何猪猪有没有脑子与他阿柱何干？再说了，僵尸本来就没脑子，脑子早就跟着一起僵化不灵光了。可不是嘛，竟然会决定我们来送好吃的，本宫看你是脑子被驴踢了。若不是因为这张脸，你以为愚蠢如猪的你凭什么被选为妃嫔？也幸好陛下不是贪恋美色之人。娘娘，既然他的那张脸这么红颜祸水，未免祸国殃民，不如我们派人把他的脸画画，看他以后还怎么养养。
女人暴打皇帝被打入冷宫，却遭到众妃子的嘲笑。女人一气之下将他们暴打，却不曾想被他们手下毒害。谁曾想女人再次变身僵尸前去找他们报仇。你们不是好人，你们是大坏蛋，你们嫉妒我的美貌，你们长得没有我漂亮就算了，还见不得比你们漂亮的人好，你们心里阴暗扭曲。我的个乖乖，你才看出来呀？你可长点心吧。来人，给本宫掌嘴，把胡说八道的祝美人的嘴给本宫撕烂。你什么意思？想造反不成？还是你想以下犯上，不打本宫？你们都嫉妒我的美貌要打我了，还不允许我反抗吗？傻子才站着乖乖让你们打。第一次听到想被打这么奇怪的要求，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要求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敢？我敢。你敢？我敢。你敢？你敢？我敢。我敢。来人啊！来人啊！这时候听到喊叫的疯癫妃子们也乌拉拉全都出来了。保护陛下！保护陛下！一时间，整个冷宫鸡飞狗跳起来。最后，好不容易才从一群疯子里逃出升天，且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打的容妃几人再也不敢留在冷宫，脚步匆匆离去。回到宫殿里，越想越气，咽不下这口气的容妃纷纷下命令处死冷宫里的阿柱。此时的阿柱被好几名禁军齐齐摁在了地上，又被另外几名禁军掰开嘴巴灌了一整碗鹤顶红。灌完了毒药后，又把毒性要发作的阿柱吊死在破烂大殿内的一条白绫上。禁军和太监们便回去复命了。小主，主仆一场，奴婢来给您收尸了。大殿内哪里有什么祝美人？此时此刻变回了青眼獠牙僵尸的阿柱站在屋顶，准备找人报仇。我僵尸大柱，小气记仇。陛下，被打入冷宫的祝美人因冲撞了宫里的各位娘娘，被诸位娘娘们下令处死了。听到消息的他不知为何，心底莫名的升起一股烦闷，脑海里也第一时间浮现出了祝美人那张花容月貌的美脸。朕知道了，下去吧。废物，都是废物，那么多人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本宫留你们何用？启禀娘娘，冷宫里的祝美人已被处死。真的？千真万确，奴才亲眼所见，她被禁军们灌下了鹤顶红，然后又吊上了白绫，最后很快就一动不动了。倒是便宜他了，让他留了全尸。这都多亏了娘娘您宅新仁厚人美心善。僵尸有僵尸啊，快来人护驾护驾！胆小的宫女已经吓得直接晕死过去，胆子大点的太监则是战战兢兢的颤抖着双腿不敢上前。僵尸阿柱来到了容妃的面前，一手把容妃提起，另一手则打算直插容妃的心脏处，想了结她的性命。杀人这一念头刚起，阿柱的脑海里便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能杀人不能杀人，这感觉就像是《西游记》里孙悟空被唐僧念了紧箍咒。彼时听到呼声的侍卫们也冲进了钟粹宫里，再一看真的有僵尸，都有点懵逼，但还是很快拔刀上前，趁着女僵尸放手之际，纷纷持起大刀砍向她，有人砍脖子，有人砍后背。然而只听到哐哐哐几声，他们的佩刀都折断了，女僵尸却是毫发无伤。哼，不嘎人，那我把他们整得半死不活总可以吧？手断了也是活着，腿断了也是活着，重伤也还是活着。这回脑海里那个令他头痛欲裂的声音没有再响起，阿柱瞬间明白过来这是可以的，当下把四周的侍卫们全部先飞出去，而后再次一把抓住吓得屁滚尿流欲偷偷爬出钟粹宫的容妃。想跑当我眼瞎吗？僵尸阿柱冷笑一声，随即力大无穷的他径直把容妃的右胳膊硬生生给拔断，疼得容妃啊的惨叫一声后晕死过去。最后对血腥未犯恶心的阿柱把断了臂的他扔在地上，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飞身从离开。阿柱也打算如法炮制地对付另外几个坏妃嫔。陛下，大事不好了，皇宫里出现了僵尸，容妃娘娘已经惨遭毒手了。听到这话，他脑海里立刻便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在玄冰寒潭里的遭遇。速速去把国师大人请来，务必要把僵尸斩草除根。女子是一只爱臭美的僵尸，就在刚刚再次变成人的她，暴打皇帝被打入冷宫，却遭到众妃子的嘲笑。女人一气之下将他们暴打，却不曾想被他们手下毒害。谁曾想女人再次变身僵尸前去找他们报仇。我就是皇宫里最漂亮最牛掰的仔，见了我都只能绕道而行，顶礼膜拜，知道了吗？我知道了。只是很快阿柱便乐极生悲，两名道士已持桃木剑凌空而来。是绿眼飞将，就是有点丑，是真的丑，丑了点也没事，尽量活捉。哈哈哈！飞将形成至少得100年或者几百年以上，眼前的这只女僵尸还是绿眼僵尸，等级很高，若是能活捉，被我们控制所用，那可再好不过了。两人脚尖轻点凌空飞起，对女僵尸发动了攻击。而阿柱呢，僵尸儿可灵敏的他在听到两人说他长得丑的时候，就怒了。你们才丑，你们全家都丑，你们真是丑人妈给丑妈开门，丑到家了。
阿柱也跟他们缠斗起来。作为青城山里最牛逼轰轰的僵尸，阿柱的实力可不是盖的，行动异常敏捷。就算腹泻和扁玉两人联手，也不是僵尸阿柱的对手，反而是被阿柱打得节节败退。桃木剑、符咒对他通通没用。师兄，没想到这女飞将竟然如此难搞，看来我们只能动用五雷符了。我先用八卦阵来困住他。点臂率先祭出了自己的本命法器八卦镜，只见一块散发出金色光芒的八卦镜从他的身体里冲了出来，旋即飞上半空，并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八卦阵，散发出令人生畏的金光，最后猛地从天而降。快，就是现在！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无风三清祖师爷，自我神威，天降五雷，胜我者胜，逆我者亡，急急如律令。灵符按照颜色也分为5个等级：金、银、紫、蓝、黄。黄符便是属于威力最低最普通的符箓，用黄纸朱砂化成，而这紫色五雷符正是他们的师父玉玄道长所画。符箓一出，只见灯火璀璨的皇宫上空，骤然间便是黑云聚拢，雷声阵阵，一道道紫色雷电劈向被困在八卦阵里的女僵尸。我去，你们这是想要我再剖腹生2只僵尸小崽崽？可是我没有大肚子啊！眼前势不可挡，接连不断的紫色雷电让阿柱回想起了生小僵尸的那一晚。1道、2道、3道，绵绵不绝的紫雷劈向阿柱。幸好这5雷符的威力没有之前9雷劫的威力大，伤势还好，不算太重。彼时的国师殿，仙风道骨的玉玄道长正在施法，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移花接木阵法。顾名思义，这个阵法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唤至此地。他的目标是大宝和小宝。只见公主府里原本睡在床榻上的祝大宝和祝小宝感觉哪里不太对劲，猛然被惊醒，定睛一看之下，床榻四周竟然升起了一个带血的结界，薄薄的血雾把他们笼罩在其中。姐姐，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我们快点离开这里。两人想走，却根本走不了。他们一触碰到结界就被弹了回来，那血雾还会侵蚀他们的身体，根本没办法离开结界。这下可怎么办？我们变身。尝试变回僵尸形态都没办法离开血色结界的祝大宝和祝小宝，一眨眼的功夫消失不见了。让你们尝尝尸毒攻心的厉害。你是谁？这是哪里？是你把我们传送到了这里吗？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玉玄道长原本并不想理会他们，只想尽快把他们做成人质，但微微抬手一看，却是书弟愣住，开了天眼的眼底深处闪过一抹贪婪。功德，他们的身上竟然有浓郁的功德金光，这可是香饽饽，是修道之人甚至是妖魔鬼怪都梦寐以求的好东西。有了功德金光，可以续命，可以躲避雷劫天谴，甚至还可以借尸还魂，复活重生。我那老实本分的愚蠢师弟玉晨便是满身功德，但如今都已成了我的囊中之物。可真是2个浴血可爱的小娃娃。这里是国师殿，我是当今国师玉玄道长。没错，正是我把你们传送至了这里，因为我收到消息，太后娘娘今晚将派人对你们动手，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遂把你们转移至此，夺得他们身上的功德金光，再做成人质送到慈明宫也不迟。而功德金光不能强抢，只能对方心甘情愿送出。那真是谢谢你了，你真是大好人。3岁的祝大宝露出甜甜的笑容，一脸憨憨的模样，实则一个字都不信。谢谢你。不客气，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那厉害的国师伯伯，我们好像出不去了，你可以让我们出去吗？不能拒绝，不然就露馅了。没问题。毕竟只是2个孩子，他们再怎么聪明伶俐、天资聪颖，肯定还是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国师伯伯，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能教教我吗？能教教我吗？对上2孩子崇拜的小眼神，玉玄道长颇有些得意地捋了捋脸上的胡须，心里瞬间有了主意。他打算假借教学之名，让他们把功德金光名正言顺送给自己。倒不是不能教你们，只是……他话音未落，正是在这时，皇宫里传来了阵阵雷声。你们先留在此地，不要离开，我到外面看看情况。让你们尝尝尸毒攻心的厉害。妖孽，哪里跑？我呸，傻子才不跑。身后的玉玄道长就像是牛皮膏药一般，怎么甩
一路穷追不舍，阿柱又被他用五雷斧劈了好几次，身上钻心的疼。养心殿望着窗外雷声作响的夜空，赫连战莫名的有些思绪不宁。这种感觉有点像4年前的那个雷雨夜。陛下大可放心，有国师大人出手，必定能降服僵尸，斩除祸害。国师玉玄道长的确是个有真本事的人，道法精进，还甚钻研。只可惜他是老妖后的人，并不能策反，倒是依附于老妖后的御林军。这一次是趁机整顿的大好机会。赫连战的眸底闪过一抹金光，半晌后，便是有内监前来回报：启禀陛下，女将士已被击伤并逃出了皇宫，国师大人正全力追捕。后宫情况如何？回奏陛下，容妃娘娘、张贵嫔和王金宇皆被断了一臂，太医院的御医们已经第一时间进行救治，如今还危在旦夕，昏迷不醒。废物！御林军一群废物，连朕的爱妃们都保护不了，母后如何？启禀陛下，慈宁宫守卫森严，将士并未踏足至慈宁宫，太后娘娘并无大碍。来人，摆下钟粹宫，朕要亲自去查看爱妃情况，侧戏要做全套。趁此机会，以护驾不利为由，他把整个皇宫都整顿了一遍，安插提拔了自己的人。待太后和高公公知道这事时，为时已晚。好一个赫连战，不愧是皇室血脉。眼前的女僵尸和道长斗法不敌逃走，一头扎入棺材，却不曾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同时，2个小僵尸悄悄潜入道长密室，把他的财宝洗劫一空。你是谁啊？怎么会被锁着呢？为啥我看不清楚你的脸呢？你受伤了？是谁？竟敢如此对你？阿柱眼睁睁地看到他一步一步地拉扯着身上的铁链向他慢慢走来，伤痕累累的身体已是溢出了鲜红的血。阿柱，终于又见到你了。阿柱听到他喊自己的名字，他伸手似乎想要触碰自己，却怎么都触碰不到。身上的金色铁链像是无尽的枷锁，把他扯回原地。最后，阿柱看到他伸手弹了一滴血到自己的身上，下一秒阿柱便猛地眼前一黑，赤发男子消失不见。原来是做梦，但僵尸也会做梦吗？真是奇了个怪喽！阿柱不解，更神奇的是，阿柱发现原本身受重伤的自己竟然全都好了，僵尸修为还更精进了一步，之前的伤仿佛没发生过一样。阿柱彻底懵逼了。跳个呀，我就能变人，做个梦，我的伤就好了。卧槽，我这是什么天选之子？一定是自己长得太美若天仙，太国色天香了，连老天爷都爱自己。是的，就是这样。另一边2个孩子溜溜达达跑出去了，竟然来到了玉玄道长的法器库，这里搜罗了无数精锐法宝，有招魂幡、三清铃、乾坤袋等等。哇塞，发财了，发财了！大人才做选择，作为小孩子的我们全都要了，你说对吗，弟弟？对。恰巧这里还有乾坤袋，他们也不用担心拿不了，让乾坤袋滴血认主后，2人打开乾坤袋，便是把法器库里的法宝全都洗劫一空。哇，这乾坤袋真的是太神奇了，装了那么多东西，看起来还是小小的一个，拿在手里完全不碍事，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好东西。等下次再有乾坤袋就给你。这次的乾坤袋虽然是滴了我的血，但我们先一起用。姐姐真好。2小孩很快离开变得空荡荡的法器库，随后又通过点兵点将的随机方式进入了另外一扇石门内。下一刻，尖叫声再次响起，发财了，发财了！好家伙！只见呈现在他们2小孩面前的竟然是金灿灿亮闪闪的金银珠宝，一箱又一箱的装在大箱子里，简直要闪瞎狗眼。当国师也太有钱了吧！那个国师对我们俩图谋不轨，居心叵测，我们俩拿点精神损失费没毛病吧？肯定没毛病。祝大宝和祝小宝再次打开刚刚的乾坤袋，把金银珠宝洗劫一空。这边祝大宝和祝小宝运气爆棚，而另一边的一个小道士就没有他这样的好运气了。之前他们师徒2人在京城郊外发现僵尸气息，于是兵分2路，但师傅从此却杳无音讯，无影无踪。惴惴不安的他在护送俩孩子去了公主府后，便一直留在京城里，并暗中打探国师殿的消息，伺机寻找机会。但很快玄城便听到了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传来，显然也是来这里的，吓得他赶紧用符打开其中一个石门躲了进去。巧了，这石门后关押着的全都是凶残的红衣厉鬼，他们彼此间正互相残杀着，吞噬着对方的鬼力和身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厉鬼，有点慌。那个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的师伯，不是个好东西。师傅定是发现了什么惨遭师伯毒手了，让他们互相残杀。这分明就是想养出鬼王。鬼王现世，为祸一方，后患无穷。看来只能拿本教最强法器之一金葫芦和他们斗上一斗。葫芦拿出的那一刻，那些厉鬼们一见到这散发出强大威压的法器，立刻纷纷反应过来，当下放下彼此恩怨，鬼气冲冲地冲向玄城。臭道士，你找死！妈咪哼，葫芦，你最牛！把所有厉鬼都收进了金葫芦里后，玄城终于是从石门后出来了。难道是同道中人？抱着这种想法，
玄成很快便是大步流星的来到倒塌的石门前，旋即一眼就看到了吭哧吭哧往乾坤袋里搬金银珠宝的两小孩。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吓死了，还以为是那个坏国师回来了呢。我们不久之前还是在公主府的，但是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四周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圈圈，我们出不去，然后一瞬间就到了这里。道士哥哥，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当然知道，那是移花接木阵法，对修道者的修为要求极高。但你说的血雾，应该是他在阵法里还加入了邪术，想夺取你们的性命。他不是个好东西，你们以后见了他能绕道走。知道，都叫东西了，那肯定都是坏的，又老又坏的东西，谁都不爱。我都不爱。听到这话，18岁的玄成忍不住露出了大哥哥般的笑容。嘿嘿。对了，我是来找我师傅的，你们有看到我师傅吗？没见过，就算看到了，也不认识你师傅是谁呀？对，有道理。警戒警戒，有人进入了密室。不好，被发现了，我们快走。哎呀，快走！等等我！你们这两个小短腿跑得也太慢了，就这样还敢来偷东西，你们也真是胆子肥。还不是我俩因为你不敢变成僵尸，要不我俩早废了，谁还跑啊？玄成转身一手抱起一个小崽崽，头也不回的狂奔，速度极快。站住！哪里跑？玄成一瞬间跑得更快了，隐约中他听到呼救声，顿了1秒后还是往求救处飞奔而去。片刻后，他来到了一个类似于祭祀地牢的地方，这里有2个阵法，一个困阵，一个吸功阵，里面关押着很多的道士，他们一个个皆是被粗大的铁链捆绑在10几根刻满了诡异符文的石柱上。我的师伯好狠毒！玄成小道友，你可否救我们出去？金木道长。其他人一听，显然这是个好人，跟国师殿里的那些坏人不是一伙的。小道友，请你救救贫道。救贫道，身后还有追兵，解除阵法又需要一定时间，见死不救，我又真的做不到。错过这次，下次想救人就没那么容易了。怎么办？玄成小哥哥，你快救人，我们负责去引开那些人。快救人！你们认真的吗？就你们这些小胳膊小短腿，估计撑不了30秒就会被抓住了，下场不堪设想。我去引开他们，你们俩负责解阵。你们应该知道怎么解除阵法的，我们一步步教他们。没办法，只能这样死马当活马医了。玄成放下了怀里的祝大宝和祝小宝，迅速离开了地牢这里。此时地牢里去然无声，一片安静，连一根针都听得见。根本不会解阵的祝大宝和祝小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看向金木道长他们，双方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半晌后，还是奶声奶气的祝大宝打破了一世的沉默。各位道士叔叔伯伯们，你们放心，我们俩很聪明的，一学就会。趁现在玄成哥哥引走了追兵，你们快教我们解阵吧！快教我们解阵，我很聪明的。可惜那2张小脸蛋，可爱是可爱，但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不在沉默中发疯，就在沉默中变态。好，我来教你们解阵。其他道友们都觉得金木道长疯了，竟然相信2个3岁孩子，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哪里是阵呀？哪里是正东方向？哪里是正南方向？众道友一阵绝望，心里默默祈祷引走追兵的玄成道友赶紧甩开追兵，然后折返回来解救他们的狗命。时间1分1秒流逝，是那么的难熬。难道我们命该局于此吗？还是躲不过被吸尽修为而死的命运吗？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给了我们希望后，又让我们绝望？为什么？有救了，我们有救了！众人微微一怔，越发觉得金木道长疯了，但定睛一看之下，却震惊地发现阵法真的快要解开了。卧槽！我靠！最后一步解阵完成后，束缚在他们身上的铁链便是瞬间咻的一下自动的断开，并缩进了地底下。活了，我们活了！老子要把这龟孙子的国师殿掀了！什么狗屁国师，一肚子坏水，竟干歪门邪道的坏事！满肚子怒火的众道士们雄赳赳气昂昂摩拳擦掌，准备趁国师玉玄道长不在这里大干一场。首先第一步便是要找回我们被国师夺走的法器，那可都是我们的宝贝。法器我们好像装了一袋子。道士叔叔伯伯们，你们想找的是这些吗？众人一看，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差点给跪了。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法器？你们是去打劫了吗？这是贫道的招魂幡，这是贫道的七星剑。那当然，我们把国师大人的法器库全都洗劫一空了，还装了不少金银珠宝呢。全装回来了，毛也没给他留。干得好，干得妙，干得呱呱叫！贫道金木感谢2位小道友的救命之恩，
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从今以后，小道友们若是有何困难，贫道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所不辞。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是坏蛋的克星。坏蛋的克星。此时，使用了一个又一个障眼法甩掉那些人的玄城，终于是回到了地牢里。太好了，你们没事就好。对了，你们有看到我的师傅玉晨道长吗？众人皆是遗憾，摇摇头。玄城有些失落。我还要留在这里继续寻找师傅的下落，不找到我是不会死心的。所以我先用传送阵送你们回去。你们家在哪里？我们家住在青城山。玄城哥哥，你把我们传送到青城山就好。不过我们要先找到乖乖才行，要带上乖乖一起回去。啥？乖乖？其实是一条小黑蛇啦，它是我弟弟小宝的爱宠，不能扔下它不管。不能不管。行吧，也算是个负责任的小主人。只是你养什么当爱宠不好，竟然养一条蛇，也是牛皮。难怪小短腿还敢来偷东西，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好他们三人很快便是找到了小黑蛇。玄城一看，这小黑蛇还颇有灵性，像是腰带一般藏在祝小宝的腰间。玄城挑了挑眉，倒也没说什么，而是摆了个传送阵，把他们两个孩子连同小黑蛇一起传送回了青城山。哇哇哇！我们真的被传送回来了，那传送阵法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可惜玄城哥哥不肯收我们为徒，也不肯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玄城哥哥才会愿意收我们为徒啊？怎么样才愿意收我们为徒呀？两人相互对视一眼，而后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变身回小僵尸，蹦蹦跳跳回到僵尸巢穴的他们惊喜地发现，娘亲竟然也回来了，他们当场高兴坏了。娘，我们好想你呀！一段时间不见，你可真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娘你这么漂亮、这么倾国倾城、艳色绝世的女僵尸。娘，你上辈子真的不是仙女吗？娘肯定是仙女转世呀！娘上辈子漂亮，这辈子也漂亮，下辈子一定更漂亮的。不要停，继续夸。对了，娘，我们这次下山去找爹了，但我们不想要之前的爹，所以就认了一个新爹，长得可好看可神仙了，你不会怪我们吧？哎，有我好看吗？那当然没有娘亲你好看。那你们想认就认吧，你们想认多少个爹都无所谓，没有我长得美就行。还有，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僵尸身份，任何人类都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危险的，尤其是皇宫那里，没想到竟然有如此厉害的臭道士，害得我身受重伤。幸亏在2只小崽崽回来之前，我就已经伤势痊愈了，不然我最漂亮最牛掰娘亲的面子都要被丢尽了。娘放心，我们知道的。娘放心，我们知道的。对了，娘，我们带回来了。娘睡着了，我们去找僵尸爷爷吧。大宝、小宝，你们回来了，爷爷好想你们。爷爷，我们也好想你啊，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你。爷爷，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才能变成人类了，要有功德金光，我们还认了个爹，我们还打劫了国师殿。大宝和小宝真棒。几天后，闲来无事的祝大宝和祝小宝终于是开始清点这回的战利品，在清点前得变回人类，不然打不开乾坤袋。乖乖，你放心，我这个人呢，最公平公正了，肯定不会少分给你的。所以你一个，我一个，弟弟一个，娘一个，我一个，弟弟一个，爷爷一个，我一个，弟弟一个，你又一个，我又一个，弟弟又一个。是真的很公平，感觉哪里不太对，但是又说不上来。你这个小女娃才几岁呀，怎么就如此的滑头？谁在说话？谁在说话？这里，老朽在这里，你们低头看这里。一块石头，竟然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原来就是你们两个小娃娃救了老朽，老朽曾经发过誓，谁救了老朽就收他为徒。虽然看不出你们天赋如何，但应该能勉强当的徒。两个小僵尸趁着母亲和道士大战的时候，把国师宝库洗劫一空，随后被传送回僵尸巢穴。正当他们开心快乐分赃的时候，一个石头开始说话了，并且要做他们的师傅。不是，你谁啊？你很火吗？你很有名吗？你很厉害吗？我可是很挑剔的，你长得又不好看又老，就这还想当我们师傅？白日做梦呢你！白日做梦呢？不对呀，这剧情不对呀！
我可是堂堂。等等，堂堂什么？一刹那间，白胡须老道士发现自己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他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叫什么，只记得自己发过毒誓，要把毕生所学道术全部交给救了自己的人，否则将魂飞魄散。于是，白胡须老道士他害怕了，开始拍马屁了。我年轻时候也是很帅的，求求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年人，让我当你们的师傅吧。祝大宝拒绝，陆小宝也拒绝，小黑蛇乖乖同样拒绝。白胡须老道士这下哭得更惨了，更加低三下四和姚伟起连了。我什么道术法术都会，我全部都交给你们，只要你们愿意答应拜我为师，让我做什么都行。你真的什么道术都会？都会。真的让你做什么都行？除了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行。和朱小宝对视一眼的朱大宝假装犹豫的在那沉思，实则两人心里早已经乐开了花，他们正愁不知道去哪里找个道士师傅呢。行吧，虽然年纪大了点，但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那我们就勉为其难的答应让你当我们的师傅吧。勉为其难。最终，朱大宝和朱小宝就这么拜了一个石头当师傅，小黑蛇乖乖也跟着一起拜了拜，勉强算是半个徒弟。终于能学到术了，欧耶！终于不用魂飞魄散了 ，nice。哦，对了，石头师傅，如果把你装进乾坤袋里，你还能感受得到外面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得到我们说话吗？石头师傅，这是什么鬼称呼？但他又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和道号了，只能苦笑着认下这个称呼。那当然不能，不然你们洗澡的时候不就被老朽看光光了吗？而且，其实真正的乾坤袋是传说中的上古10大神器之一，又叫如意乾坤袋，为弥勒佛所有，拥有神奇和不可思议的力量，空间之大，连火物连天的都能收纳于内。如今的乾坤袋都是山寨版。原来如此。陆大宝突然间露出自己那整齐洁白的小牙齿，嘿嘿一笑。啥意思？对不住了，石头师傅，我们能变成僵尸的秘密还不能让人知道哦，不能让人知道。感觉自己修炼的差不多了的阿柱正在跳崖变人，刚跳下去便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这血腥味不是很好闻，但也不至于让我犯了心，去看看吧。是他。记忆力良好的阿柱还记得这是在路上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小道士。我记得当时自己这脸的面纱便是飘到了他的后脑勺上，还把自己逗笑了。他怎么了？怎会受如此重伤？阿柱有点纠结要不要救他，一方面他对这小道士印象还行，另一方面被追杀过的他又不喜欢臭道士。自己好不容易也逃出了师伯玉神道长的魔爪和国师殿里的狼窝，却又进了虎穴，竟然被一只绿眼女僵尸给盯上了，天要亡我！眼见小道士闭上眼睛就要死翘翘了，阿柱也来不及再纠结了，他赶紧伸手拦腰抱起地上命悬一线的小道士，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下了山。眼前这个女人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她家供奉的牌位上不是神，不是仙，更不是人，而是2只可爱的小僵尸。更诡异的是，她看到僵尸后不是大喊大叫，而是直接跪拜了下去。没错，她就是2只小僵尸救下来的女子。僵尸大人，您是想救这个人吗？这果然也是知通人性懂人话的僵尸。那僵尸大人您放心，我家世代行医，我懂点医术，您把他交给我就好，我会把他治好的。一听这话，阿柱放心了，正打算把横抱在怀里的小道士放在地上。僵尸大人且慢，劳烦您把他放到屋子的床上，不然我一个人难以把他抬进来。说这话时，白纸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女僵尸会发怒。这女僵尸的脾气是真的好，就跟当初救下村子的2只小僵尸那般好，是一只会救人的好僵尸。几天后，渐渐苏醒的玄成终于是醒了过来。呸！阴曹地府那么穷逼的吗？连像样子点的房子都变不出来，当鬼可真惨。你醒了，那么严重的伤你都死不了，你们修道者可真是厉害。哦，对了，我叫白纸，这里是桃花村，你叫什么名字？此时玄成终于是明白过来，他没死，他还活着。白姑娘，谢谢你救了我，我道号玄成。哎呀，不是我救的你，是女僵尸大人把你送到我这里，让我救的你。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清，你再说一遍。白纸果然再重复了一遍，还加重了语气，甚至一副我懂的表情。你是不是觉得不可置信？僵尸竟然还会救人，以前我也是不相信的，但是自从几个月前村子被一群土匪屠杀，反而是人人喊打的僵尸救了我们整个村子，从此以后我就信了。后来我就明白了，人有好有坏，僵尸亦有好有坏，甚至鱼妖也有好有坏。所以说我那天见到的那只绿眼女僵尸其实是来救我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不对，是救命恩师。这一刻玄成想要静静，18岁的玄成3观都要炸裂了，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而彼时
作为始作俑者的阿柱正在跳崖，他打算再次变身成人下山去玩，但不久他便听到一阵阵动静传来。阿柱第一时间想跑，然而却已然来不及了。一个透明结界再次在头顶上空升起，这种情形让他不自觉地想到了那个狗皇帝。果不其然，阿柱还闻到了一股很香很香的血腥味，他更加确定是那狗皇帝无疑。无路可逃的阿柱只得躲进了玄冰寒潭里。陛下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僵尸，再出现上一次的失误了。你确定？为何我没心在跳？难道是因为一招被蛇咬时年怕井绳？千真万确，属下敢以项上人头担保。不退下，等等，不留在这里，时刻警惕。哈哈，这次我得仔细看看，连根毛都没有。我怎么总感觉水下有东西在盯着我？来了，老弟！我靠，竟然又是僵尸！没完了，马特，是谁信誓旦旦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现失误，再出现僵尸的？叶青的嘴，骗人的鬼！这青城山简直有毒，千年玄冰寒潭也有毒。事不过三，我下次再来这里，再相信叶青，我特么就是狗。气得七窍生烟的赫连战咬牙切齿，旋即终于是反应过来要跑。但此时蛊毒发作的他哪里是僵尸阿柱的对手呢？很快，阿柱就把力不从心的赫连战给摁住。我要把狗皇帝掳回自己的僵尸老巢，然后天天吸他香喷喷的血，他的血实在是太香太又僵尸了，阿嘎香！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吸血的阿柱挟持着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的赫连战飞到了悬崖上。僵尸，陛下，陛下有僵尸，护驾，护驾！护个屁的驾，都已经在僵尸手里了，救陛下，快救陛下！只是他们作为暗卫，让他们对付人还好，对付僵尸他们实在是不在行啊！更何况与僵尸手里还有陛下作为人质，叶青他们还怕刀剑无眼会伤害到陛下，打的是缚手缚脚。眼见女僵尸挟持着陛下莽撞的往结界外冲，不想陛下当场被结界绞杀的叶青，当然是立刻关闭了结界，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完蛋了，这回我的项上人头真要不保了！追，给我追！无论如何都要救回陛下！哼，你怎么过来了？这可是我扛回来的食物。算了，看在你是我救命恩师的份上，我就让你一起分享我的食物吧。你小心点心，不要把我的食物吸死了，就把它关在自己的棺材里，这样一来自己时时刻刻都能吸血，想什么时候吸血就什么时候吸血。对呀，我可真是个大聪明。阿柱一看地上昏迷不醒的赫连战，却是怔住了。咦，这狗皇帝怎么吐了那么多的血，吐的全身都是，难怪回来一路上香的要命。还有他身上那些动来动去在全身游走的小虫子是怎么回事？看起来有点可怕。阿柱大惑不解，下意识看向比较见多识广的独眼老僵尸，然而殊不知此刻的独眼老僵尸在见到赫连战的那张脸后，原本僵化的僵尸脑袋不知为何突然出现了许多画面。你个死老头怎么回事？我好心跟你一起分享我的食物，你却想独吞。愤怒的阿柱第一时间追上去，我是在救他，他就快死了。嗨，你早点说嘛，那你救了他，早点把他带回来哈。刚刚飞过去的好像是我们的皇帝呢，快快快，就是我们的皇帝！死僵尸，哪里跑？叶青他们立刻围攻上前，但独眼老僵尸虽然修为和打斗不怎么样，速度却是很快，他鸟都不鸟他们，径直向玄冰寒潭而去。大人，这僵尸看起来怎么像是要回去？好家伙，果然是要回去。当叶青他们一路追到了悬崖下的玄冰寒潭时，四周哪里有什么僵尸的踪影，只有他们的陛下半浸泡在刺骨的寒潭里。叶老大，我们该不会是在做梦吧？对，做梦，就是在做梦。陛下在做梦。一开始掳走陛下的是一只女僵尸，但后来抱着陛下回来的却是另一只独眼僵尸。总之，如果不想掉脑袋的话，就给我把刚刚的事情全都忘掉，一切都是陛下在做梦，听到没有？走也僵尸，回也僵尸。寒潭里便只剩下了赫连战一人，叶青他们回到悬崖上该干嘛干嘛，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良久，寒潭里的赫连战终于是悠悠醒来，望着周遭腾腾的寒气，透露出一丝迷茫、疑惑和不解。我不是遇到了僵尸，被僵尸掳走了吗？怎么还会在这里？叶青，属下在，不知陛下有何吩咐？刚刚发生了什么？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啊！你确定？朕之前明明看见了一只僵尸，朕还被僵尸当着你们的面掳走了。陛下若是不信，可找其他暗卫一问。他的目光没有任何闪烁和闪躲，说话正常。这下就连赫连战自己也不确定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蛊毒发作原因在做梦？倒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只是这梦也太真实了一些，历历在目。行了，你退下吧。很好，自己的项上人头总算是保住了。
空手而归的独眼老僵尸还在思考要怎么跟阿柱交代他的食物被自己放走一事，却没想到他不见了踪影。原来阿柱回到原地后，望着地面上一些还没有彻底凝固的香喷喷血液，便是立刻使出隔空吸血术，让洒落地上的鲜血自动凝聚成一团。香，真香，嘎嘎香。阿柱正感慨着这该死的入口即化的血香味，下一秒他却是蓦地愣住了，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原本绷直的僵尸手变成了人类的手。怎么突然就变成人了？不是在做梦，真的又变成人了。可是我没有去跳崖呀，变人之前发生了什么？我好像似乎就只是吸了地上的血，所以说我吸了那狗皇帝香喷喷的血就能变成人。知道真相了的阿柱高兴坏了，嗨嗨，看来自己把狗皇帝掳回来果然是有用的。但下次若是还想变成人，只要吸一口它嘎嘎香的血就行了，日子美滋滋。我要出去嘚瑟了，下山了，下山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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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天后，伤势还未痊愈的玄成去村里的河边帮忙打水，不料却见河面上漂浮着一个人的身影，他赶紧伙同白纸一起把人救上来。凝目一看，却是微微怔住了。何姑娘，何姑娘！身为女郎中的白纸第一时间去探她的呼吸。他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可能！你节哀，如果你实在难过的话，就想想怎么给他风光大葬吧。风光大葬什么？呀，是你们俩呀！你是人是鬼？你不是死了吗？他是人，作为道士，这点我还是能分清楚的。何姑娘，你刚刚怎么会没了呼吸和心跳？难道是传说中的龟息气功？乍时醒来的阿柱看到2张熟悉的面容，他也很开心，同时又略有些心虚点头。对，你说的都对。对了，我叫阿柱，你们叫什么？我叫白纸。叫我玄成便好。阿柱是你的小名吗？何姑娘？不是啊，我说了我的名字叫阿柱，你干嘛一直叫我何姑娘？你这人真奇怪。我算是看明白了，感情2人根本不认识啊，先回我家再说。心里疑惑的玄成也拿出了他一直珍藏的掩面轻纱，上面角落里绣着一个小小的名字何猪猪。你是说这个呀？这个不是我的，只是别人借给我遮脸的，你喜欢的话就拿着呗，反正不需要了。原来不是阿柱姑娘呢。知道真相的他差点眼泪掉下来，亏他还一直珍藏着。而准备在白家住下的阿柱呢，早已经走出院子，好奇的在桃花村四处乱逛。姑娘，你长得可真漂亮呀！是呀，老婆子，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好看的姑娘呢。姑娘，你以后出门在外可得小心点，不要被贼人给搂走了。长得太美了，容易被坏人盯上。阳光下，被夸的阿柱笑得花枝招展的，人比花娇。玄成远远地望着这一幕，只觉美不胜收，目光根本移不开。喜欢人家呢，就要直接大胆说出来。玄成一下子便涨红了脸，连耳根子都红了。什么喜欢人家？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没跟你说呢，我是在跟我家旺财说话。旺财，你说对不对？玄成的薄脸皮更通红了。前10几年他一心跟着师傅降妖伏魔，根本不懂喜欢为何物。说起来，你们倒是能成婚生子的嘛？要看是全真派还是正义派，我是可以成婚生子的正义派道士。被夸得美滋滋的阿柱欢天喜地的回来，看到玄成犹如猴子红屁股般面红耳赤的脸，有些奇怪的盯着他看。玄成，你的脸怎么了？你的脸怎么比花还要红？哎，阿柱还在纳闷呢。我们刚刚在聊成亲生子的事情呢，他脸皮薄，害羞了。哎，可是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呀？我生子了，我也没害羞呀。等等，阿柱姑娘，你刚刚说什么？你生子？对呀，我有2个孩子呢，都3岁多了。也是巧了，进到灵堂的阿柱一眼便看到了牌位2旁的小僵尸泥人。你看，这就是我的2个孩子会喜欢的东西。意识到不对劲，阿柱赶紧改口。这2只小僵尸实在是太可爱，太栩栩如生了。原来如此，你别断句啊，怪吓人的。是吧？我也觉得很可爱，这是我自己亲手捏的。白纸再度把僵尸救村一事说了一遍。卧槽，我仔竟然这么棒！我仔怎么那么赞？哇哇哇！这2只小僵尸可真是太棒了，难怪我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欢。那么可爱善良的小僵尸，你可以再捏2个送给我吗？我想送给我的2个孩子。哦，对了，我可以给钱。不用，难得你也喜欢小僵尸，也算是缘分一场，就免费送你了。看得出来你也是个疼爱孩子的好母亲。那当然。屋里听到这话的玄成更加心塞塞了，就连晚上吃饭也吃不好，看得白纸对他很是同情。他晚上睡觉时还一直做噩梦。同样做噩梦的还有远在皇宫里的赫连战，他体内的蛊虫包括是心蛊都已经被冰封控制了，但他暂时没有上朝。阿柱也做梦了，
但他做的是美梦。他梦到小宝当上了大夏朝皇帝，他当上了太后，所有人都把他夸上了天，就连睡梦中都在咯咯笑，最后被自己给美醒了。一觉醒来才发现天色早已经大亮。哼，昨晚都是梦。与此同时，灵凤村一处整洁干净的院落里，正在手执毛笔勤勤恳恳画符的祝小宝突然间喷嚏连连。弟弟，你怎么了？姐姐，我没事，可能是爷爷想我们了。至于娘呢，她是肯定不会想的。我也想娘和爷爷了。不知不觉，他们机缘巧合来到村里学道术也有1个多月了。当初来到灵凤村住下也是机缘巧合。师傅，我们已经画完符了。画完符了。你们两个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一张成型的灵符都没有？全都是废纸。不是吧？我可是从昨晚就一直画到今早上呢。师傅，你是不是还醉着酒眼花了？师傅，你是不是眼花了？石头师傅也以为自己还在醉酒，但定目细看，虽然桌面上的符纸多，确实一张成型能用的灵符都没有。不对呀，按照你们现在的灵力修为，画符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们是谁？你们不是我那2个天才徒弟，你们肯定是妖怪变的。在石头师傅的要求下，祝大宝和祝小宝当着他的面重新沐浴焚香画符。步骤是那么个步骤，过程也是那么个过程。的确看到他们在执笔时体内的灵力汇聚到了笔尖上，但怎么画出来的符纸却不蕴含一丝灵力呢？真是奇了怪了。石头师傅简直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灵凤村的村长带着2名贺县的官差到来。2位小道长，不好了，出大事了！嘿嘿。已经熟悉桃花村，有些呆腻了的阿柱和白纸决定去隔壁的村子去做义诊。这位婆婆，你这媳妇呀，是有喜了怀上了。因为最近太劳累了，所以头晕目眩。回家后好好多休息，补补身体便可。明年保管您抱个大胖孙子。这可真是多谢白大夫了。没想到白纸竟然摸摸手就知道对方怀上了。他不由得也伸出了自己的手，放在白纸面前。你也想把脉？你的脉象有些混乱，但还算是健康，没什么大问题。那我怀上了嘛？很遗憾，你并没有怀孕。嘿嘿，那我就放心了。哎，看来只要变成人后不去飘香院这种地方，是不会怀孕的。我以为你让我把脉是想怀上，结果是不想怀上啊。看来阿柱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好。知道没怀孕的阿柱则是大胆放心的在杏花村里玩耍了。很快，前来物色漂亮女子的员外家丁便发现了美貌的阿柱，赶忙回了镇上的员外府禀告老爷。老爷，杏花村里来了个貌美如花的姑娘。当真？比起之前的何姑娘如何？恕奴才直言，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姑娘。快备车，本员外要亲自去瞧一瞧，看一看。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的阿柱，此时正跟一个黄衣妇人说话。那黄衣妇人也是个妙人，说的话阿柱都爱听。哎呀，姑娘你可真漂亮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可真是世间少有啊！要是我也像姑娘你长这么漂亮就好了。漂亮姑娘呀，以后我就跟着你了，好不好？黄衣妇人一边说，还忍不住一边摸阿柱的玉手。被夸得飘飘然的阿柱没多想便应下了。然而下一秒，只见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眼前的黄衣妇人竟然变成了阿柱的模样。阿柱当场被惊得目瞪口呆。你是谁？你怎么变得跟我一模一样？你变成我的模样就算了，你怎么还学我说话？明明是你在学我说话！你不要脸，你无耻，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另一个阿柱原话奉还给他。好家伙，气呼呼的阿柱算是明白了，对方就是什么都在学自己。阿柱想揍他，可对方灵活的要命，变成人不会武的阿柱根本连他一根毛都碰不到。于是眸子滴溜溜转动的阿柱只能换个思路。我阿柱是大夏朝最美最漂亮的第一美人，我阿柱喜欢吃粪，牛粪、羊粪、猪粪、鸡粪、狗粪，什么粪都吃，最喜欢的就是猪粪了。有必要吗？这么拼？算了，不跟你玩了，拜拜了您。话音刚落，对方便是化作了一道黄烟，消失在原地。哼，和我斗，看我拿石惹心你不？下次再遇到这怪东西，一定要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回去的一路上，阿柱都闷闷不乐，这可把见到他美貌的张员外心疼坏了。两位漂亮的姑娘，你们要去哪里呀？不如我送你们一程吧。
不必了，无功不受禄，我们很快就到家了。阿柱则是一脸嫌弃，即使被夸了也高兴不起来。这人又老又肥又丑。本员外只是通知你们而已，你们并没有拒绝的权利。来人，把他们俩给我掳上马车，本员外今晚上就要洞房。张员外带来的5、6名家丁们全都一拥而上，原本就心里郁闷的阿柱是一顿输出，3、2下的功夫，家丁们便全都倒在了地上。最后，阿柱还把怒火发泄在想要逃跑的张员外身上。肥头大耳的丑东西，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丢人现眼就是你的错。看到你的样子，我都要恶心的吃不下饭了。就你这样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你也配？你给我提鞋都不配，你连呼吸我都觉得恶心啊！对。白纸也是趁机踢了好几脚，担心把他打死的阿柱和白纸这才不情不愿的放过他，也顺利的回到了桃花村。在家的玄成一眼便看出了他们的不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还有阿柱姑娘，你的身上怎么残留着一丝鬼怪的气息？果然是鬼怪呀！手里捧着一杯热茶暖暖身子的阿柱愤恨一声，他把2个阿柱的事情叙述了一遍。你是不知道，那鬼怪贼气人，什么都学我。听阿柱姑娘你的描述，这很像是传闻中的黄腹鬼。据说黄腹鬼是天上星辰所化，自成山灵，可以在白天出没，完全不惧怕太阳，很难被收服。唯一的特征便是非常喜欢黄色，还善于精通变化，有时会变成一缕烟，有时会变成妇人，有时会变成鸟兽等等。但不变的是，不管变成什么都是黄色的。那岂不是很适合变成大便？不糙理不糙，黄腹鬼好脸色，想来那黄腹鬼是看上了阿柱的美色。哇，我果然长得漂亮，连鬼都觊觎我的美貌。是，我们阿柱是最美的，不管是人是鬼还是妖都被你迷得不要不要的。阿柱美。这样吧，我给你们几道灵符防身，日后不管是遇到人还是鬼或者妖，你们都能有办法对付。阿柱和白纸连连道谢。阳光明媚的早晨，正值3人用早饭，突然间一群县城官差砰的一声，径直破门而入，冲了进来。捕头大人，正是他们2个杀害了郑。捕头大人，正是他们2个杀害了张员外，他们是蛇蝎心肠的毒妇。什么？张员外竟然死了？正捕头明察，张员外当日想强抢民女，我们只是打了他一顿作为教训，并未杀人。我们离开时，张员外还好好的。你们撒谎！你们离开后不久，他分明又偷偷的来了府中，然后没多久被你们打得鼻青脸肿的，老爷便开始不停的咳血，醒了郎中怎么都治不好，昨日更是七窍流血而死。你胡说！我看到你们家老爷就觉得反胃辣眼睛，怎么可能还会偷偷的回去找他？我又不是脑子有毛病，更不像你们这群屎壳郎喜欢找屎。你们放心，如若你们是被诬陷的，本捕头定会还你们一个清白。来人，先把他们都带回衙门，交由大人审讯。不能反抗，会被通缉和砍头的。我估计是变成阿柱的黄腹鬼作怪，你们放心，我会找到他还你们清白的。你们这几天先暂时委屈一下。很快，带头的郑捕快押着他们前往距离京城还算挺近的青城县，也是辨人的阿柱第一次下山去的地方。途中，恰巧偶遇一名小将带领一队士兵快马加鞭回京城。阿柱好奇地看了看，带队将领是一名约莫20来岁的男子，很是年轻帅气。他身披铠甲，阳光下熠熠生辉，整个人都气宇轩昂，气度不凡。交错间，那名快马加鞭疾驰而过的铠甲将领也看到了阿柱的容颜。阿柱，真的是你吗？我的好妹妹。自己并不认识他，自己在青城山一直都是一人，根本没有哥哥。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轻描淡写的2句话，却是让祝云泽瞬间破防，如鲠在喉。阿柱，是我，你的亲三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细眉微皱的阿柱缓缓地摇了摇头，望着他的眼里全然是陌生。这位大人，还请留步，这是嫌犯。大胆，这可是战功赫赫，来自祝家的祝校尉。捕快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他知道祝家先祖可是跟着大夏朝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功臣，先祖被册封为镇国大将军，一直世袭至今。不知是祝校尉，刚刚多有得罪，还请大人见谅。这位捕头，不知他们所犯何事？回禀祝校尉，他们2人涉嫌与义庄杀人案有关，卑职奉命带他们回衙门交由大人审讯。我妹妹绝对不可能杀人，她从小就柔弱无缚鸡之力，连杀鸡都不敢看一眼，怎么可能杀人？这一定是误会。很好，这人肯定不是我亲哥，柔弱根本不和我搭嘎，我力气可大可牛掰了好吗？不如这样吧，郑捕头，我也不急着回京城，不如让我们送你们一程，我也正好去衙门旁听一下案情，如何？可以，那卑职们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大人。驾！哇哇哇！
骑马的速度好快啊，比马车还要快。这是日行千里的汗血宝马，当然比马车快，还能再快一点。你小时候一直都体弱多病，有次也是这么央着我们几个哥哥带你出去玩，我们拗不过你，便偷偷带你去了一个庙会。当时你也是兴奋的直叫，怎么都不肯回家，又是撒泼卖萌，又是死皮赖脸的。你当时身子骨又弱，还得我们兄弟几个轮流背你。是吗？我并没有当僵尸前的记忆，一醒来就变成僵尸了，所以并不知道真假，但听起来还挺温馨的。你真的是我的哥哥吗？肯定是。那为什么我死了，我还变成了一只僵尸？满脑子疑问的阿柱想开口，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一笑而过。在变成僵尸前的自己是谁呢？不知祝校尉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承蒙您的到来，让这简陋的县衙蓬荜生辉，不胜荣幸。祝校尉不愧是大将军之子，果然虎父无犬子，您可真是一表人才，仪表堂堂，玉树临风。王知县无庸多言，本校尉是为妹妹身陷囹圄而来，还请王知县能容许我在堂内旁听一下案情。那是当然，当然。回禀大人，经北治检验，七窍流血暴毙的张员外并不是死于中毒，体内并无中毒迹象，反而像是马上疯。众人一听脸色都不太正常，但同时又觉得意料之中，毕竟张员外都60多的人了，还娶了那么多房妾室。王知县干咳一声后，很快便是宣布阿柱和白芷当场无罪释放。祝云则顿时喜上眉梢，笑容满面，腾地一下起身，赶忙上前扶起阿柱。什么是马上疯啊？差点被自己口水呛住的祝云则实在是不懂得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训脸一下便是僵了起来。反正就是一种病。我知道了，马上疯的意思是不是在马背上发疯了，然后就会暴毙？祝云则昧着良心点了点头。阿柱，你真是太可爱了，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哈哈哈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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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不可爱，我美。是，阿柱最美了，不然怎么叫倾城呢？祝倾城，这是你曾经的名字，你也忘记了吗？不过你从小就觉得这个名字太过于羞耻、害羞、尴尬了，你一直不肯让我们叫你的名字，而是叫你小名阿柱。这真是个好名字，跟我很配。我阿柱就长得这么倾国倾城。那么漂亮4天仙的阿柱，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会失忆，会忘记哥哥，但是你愿意跟哥哥一起回将军府吗？回你的家嘛。在那里有你从小长大的痕，说不定你回了家很快就能恢复记忆了。好呀，好。她本是镇国将军府的千金小姐，6年前一场意外变成僵尸，并和当朝皇帝诞下龙凤胎。如今再次变成人的她，遇到了哥哥，并且给他带回了将军府。奶奶，不孝孙儿云泽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母亲，孩儿不孝，现在才回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的眼睛是在6年前哭瞎的，短短几年的功夫，没想到娘亲会变得如此沧桑憔悴，迅速衰老。奶奶，母亲，这次孩儿回家还带回来一个人，想必你们见了一定会很高兴。一名轻纱遮面的女子款款走了进来，正是阿柱无疑。她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云泽，这是哪家姑娘？听到此话的祝云泽却是乐了，示意阿柱揭下脸上的面纱。奶奶，母亲，这是阿柱，阿柱啊，我的亲妹妹。阿柱，真是阿柱！众人惊骇万分，那张脸简直是一模一样。6年的时光过去了，他出落得越发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可是，他不是死了吗？阿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娘的好孩子！看不见人在哪里的他只能伸手胡乱摸索着，那无助的模样让人很是心酸。祝云泽的心更是一紧，仿佛被人用力掐住了般。母亲，我们在这……故事便只能用双手来感受，声音哽咽的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是阿柱，真的是阿柱。不知为何，望着故事这副模样，阿柱的心里也莫名堵堵的，像是被人捏住了，有些难受。是我。喜极而泣的故事也开心极了，一下子大悲大喜的他，由于情绪波动起伏过大，竟然是蓦地栽倒在了地上。母亲，快去请杜大夫。老夫已经开了药，让祝大夫人好好休息，按时服药即可。杜大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阿柱也被送到了说是他从小到大长大的院子，唯有祝云泽和祝老夫人还留在大堂里。云泽，这是怎么回事？阿柱在6年前明明就已经死了，当时你也是知道的，还盖棺下葬了，怎么如今带回来一个跟阿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莫不是他国奸细？云泽，我知道你们兄弟几个对阿柱的死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也想让你们的娘高兴，但这涉及到全府安危，老身不容许有任何闪失，更不容许有奸细的存在。
孙儿不敢，孩儿敢确信这就是阿朱妹妹无疑。奶奶若是不信，大可派嬷嬷去检查她身上的胎记。退一万步说，如果是奸细的话，她是怎么易容的？毕竟阿朱妹妹从小便养在深闺之中，出门次数有限，除了府中之人，还有谁知道阿朱妹妹长这样？世界上真的会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况且孙儿已经检查过了，并不是易容术。更何况，奶奶，您敢肯定6年前死去的人真的是阿朱妹妹吗？当时阿朱妹妹的脸都已经模糊不清了。什么意思？云泽，你怀疑6年前死的不是阿朱，而是另有其人？那为什么阿朱要假死离开将军府？是何原因？爹娘和你们兄弟几个待她如若珍宝，比对谁都要好。孙儿也不知道这6年来阿朱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失忆，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或许只有等阿朱恢复了记忆，才能知道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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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呀，原来你是将军府小姐啊，这身份挺牛逼的。不过你这将军府里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怪难闻的。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为何不敢？你身边又没有臭道士了，你还敢说？你害得我差点被捕入狱。嗨，你这不是没有入狱吗？最后不是被救了吗？说起来，你应该好好感谢我，要不是有我帮你，想掳走你的张员外也不会死翘翘了，打人都不敢打死，你真没用。还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在路上遇到你的3哥哥，找回你的家人，你就说是不是应该信我吧？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有那么一点道理。行吧，这件事就算了，那你为什么要变成我的模样，还要学我说话？那当然是因为你太美了呀，还有我那是逗你玩的呢。如果你不喜欢，那我换个人变。现在变成你3哥的模样，你喜欢了吗？我了个槽，你怎么什么都会变？那是当然，只要是我见过的人，我都能变得出来，不然怎么自称山灵呢？那你岂不是很难被收服？那是当然，那是必须。你看，你这不就被我收服了吗？你耍赖，这怎么能叫耍赖呢？我阿朱明明是智取，我这是冰雪聪明绝顶。也没见你绝顶啊！阿柱已经提前跟玄城小道士打听过彻底收服黄富贵的方法了，当下也不再废话，扎破一根手指头，滴出一滴血，跟他签订了主仆契约。这黄富贵以后便只能听我差遣了。既然你那么喜欢黄色，又叫黄富贵，还是从罗侯黄翻新变来的，不如以后就叫你阿黄吧。这名字怪怪的，似乎哪里不太对。堂哥，道长，救救我们！救我们！果然还是个孩子，连是谁想杀你们都不知道。是你，为什么？我们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对我们？哎呀，这样对我们？求求你告诉我，不然我死不瞑目。妙啊！真的是太牛了！这演技，这计谋，谁敢相信是个3岁孩子？既然你求我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谁让你们得罪了我的师傅，大夏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大人呢？你们竟然还敢偷了师傅珍藏已久的法器，你说你们是不是该死？原来你是国师的徒弟，不过你怎么大舌头啊？怎么大舌头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反派死于话多。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有些懵逼，不知为何心里也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心脏更是扑通扑通狂跳。预感不妙的膀胱道长决定不再废话，立刻对脚边的朱大宝痛下杀手。然而想象中血溅当场的画面并没有发生，原本应该是浑身带血气若游丝的朱大宝和朱小宝也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2只青面獠牙小僵尸。我操，僵尸，他们竟然是僵尸！可僵尸竟然会变人，这真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再说了，一般不是只有红眼僵尸、绿眼僵尸等这几种僵尸吗？金眼僵尸是什么鬼？难道他们就是师傅曾经说过的特殊僵尸，所以才会拥有变身为人的能力？如若把他们捉住并送给师妹炼制成僵尸傀儡，那可太赞了。然而下一瞬，只见眼前金眼小僵尸锋利的手掌狠狠地插入他的心脏处。是谁竟然敢害我的好徒弟？
师傅，替我报仇试试。你特发的倒是说重点啊！到底是谁害了你？要找谁报仇？让你平时多学学普通话，关键时候完犊子了吧？好半晌，玉玄道长终于是平复好心情，回想起他早2天收到的飞鹤传信，膀胱说发现了祝大宝和祝小宝的踪迹。难道是他们吗？他们竟如此厉害，连膀胱都能杀死。他的道行修为不说是9名亲传弟子中最厉害的，却也是靠前的。师兄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黑夜中，祝大宝和祝小宝已经变回了浴血可爱小孩。当然就是这点不好，什么都只能靠2条腿，用飞行服也维持不了多久。要是有专属坐骑就好了，不怕妖魔鬼怪的那种。坐骑，坐骑，坐骑！救命啊！骤然间，一道年迈苍黄的声音从半空中传来，旋即抬头的2小孩只见一道长有翅膀的残影飞速的从空中掠过。我们的坐骑要来了吗？要来了。疏忽，疏忽，是疏忽。什么？什么？娘，你来了，我们刚好准备用膳呢。娘，你跟我们一起用膳呗。这是我的朋友白芷，见过夫人。是个好孩子，不必拘礼，不必拘礼，都是自家人。那娘就跟你们一起用膳了，你们不要嫌我烦。当然不会，我娘这么美，还生出了我这么漂亮的女儿，怎么会嫌烦呢？你这是想夸自己，还是夸你娘呢？那当然是2人一起夸。我娘长得那么好看，我又长得那么美，可不得多夸夸吗？还得使劲夸呢。看到女儿如此开心快活，连性子也都变了，再也不是从前那病恹恹、弱不禁风的模样了。故事便放心了。那是必须的，我们阿柱那么漂亮，一定要夸上天才行。三哥。阿柱叫了一声，而后看向他身旁看起来一股书生卷气、温润如玉的男子。这是大哥，应该没错，毕竟只有2哥在京城当官，大哥和4哥都在外地。竟然被你猜到了，我们的阿柱很聪明嘛？那当然，我可是大聪明。这便是刚回到家的阿柱吧？果然是越来越亭亭玉立了。三叔身无长物，也没有什么能送给你当回家礼物的，不如就把这只刚到手的画眉鸟送给你吧。谢谢三叔。当晚，阿柱便是让丫鬟把画眉鸟放飞了，只是殊不知，放飞的画眉鸟还没飞出将军府，便是啪嗒一下掉落在地。二哥，你作为刑部郎中，应该看过不少案子，也断案无数。你怎么看6年前阿柱死去的事情？如果你怀疑阿柱的死有疑点，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100%有，不然我也不会进入刑部为官。我早怀疑阿柱的死有问题了，为什么偏偏选择他们都不在家的时候走水？为什么当时贴身丫鬟们都一起死了？你放心，虽然阿柱平安无事回来了，但当年之事我还会继续调查下去的，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我相信二哥。快被骂！我的孙女阿柱回来了。2个龙凤胎小僵尸用计谋除掉追杀自己的道士，刚刚变成人就被一只大鸟撞倒，他们一气之下便得降服了，并且救下一个老人。敢问可是小道士救下了我家老爷吗？是的，是的。姐姐，我们有坐骑了。感谢2位小道长救我们老爷性命之恩，不知2位小道长如何称呼？我叫祝大宝，他叫祝小宝。姓祝，可真是巧了，我们家老爷也是姓祝，这真是缘分异常。不如2位小道长跟我们一道回复进落脚的客栈如何？等我们老爷醒来，也好让老爷子亲自向你们表达救命之恩。不啦，我们还想早日赶路回到娘亲的身边。既如此，那在下便不挽留了。这是将军府令牌，日后2位小道长如有需要，可到京城将军府寻我们祝老爷子。好的。良久后，在落脚客栈里悠悠醒来的祝老爷子才从自己的护卫口中得知，自己竟然被2名约莫3、4岁的小娃娃救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这件事你做得很好，不过此事回去便不要说了，以免大家担忧。主要还是太丢脸了，像我堂堂驰骋沙场的老将军，连长相奇怪的异兽都不怕，却会因为恐高而晕倒昏迷，这说出去老脸往哪里搁呀？我已经好多了，我们即刻启程回京城，我想早点回去见到朱丫头。小姐，2少夫人和6小姐、7小姐、8小姐求见。快，赶紧请他们进来。不一会，4名衣裳华丽的女子便是款款而来。五妹，你长得可真漂亮啊，难怪你2哥总跟我提起你，一直心心念念你。我要是有个这么美的妹妹，我也念念不忘。我也觉得，不过二嫂你也长得挺好看的嘛，修比指我差那么一丢丢。姐姐如此漂亮，
这6年里，他是在外头吃尽了苦头吧？吃苦？没有啊，我什么都不吃。作为僵尸，我的确啥也不吃，只善月光浴。姐姐，你不要再强颜欢笑了。这6年里，你一定受尽了委屈，被人欺负了。是啊，吴姐姐，我们都是一家人。如果你之前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一定要说出来，不要强撑着。江金府会为你做主的。她们姐妹一唱一和，一副为你好的样子，言语中却不乏贬低她，暗讽她这副美貌这6年在外肯定被人玷污糟蹋凌辱了。15岁的祝婉瑶则是沉默不语，低垂着脑袋，听得莫英英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我呸！你才被欺负呢！我可是青城山最牛白、最漂亮的女将女子，谁敢欺负我，我阿柱揍死他！哼！阿柱，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简直太牛了！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你却偏偏要靠实力。你们看到了，阿柱那么厉害，谁敢欺负他？来1个打1个，来2个打1双。祝婉月他们的脸顿时一阵青一阵白的，很快便是告辞，看得阿柱有些不明所以。怎么刚来就要走了？他们呐，肯定是嫉妒你的美貌。嫁入将军府也有4年多了，之前跟他们几个玩的也还可以，只是没想到阿柱一回来，他们就原形毕露了。我都已经习惯了，我长得那么美若天仙，很难不被人嫉妒的。莫英英再次乐了，两人很是合得来。马不停蹄赶路的祝老将军一路上风尘仆仆，终于是赶回了将军府。阿柱也见到了哥哥们口中满脸威严的爷爷。祝丫头，真的是你？爷爷，是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父亲和大哥4个若是知道了，一定也会很开心。只可惜他们暂时没办法回来。最后，祝老将军还送了一颗犹如拳头般大小的夜明珠给他，作为他平安回府的礼物。阿柱是爱不释手。慈宁宫，耳目灵通的太后也听到了消息，下了懿旨让高公公把祝老夫人招进宫中，一副姐妹俩的模样，拉着她的手。听说朱大将军的宝贝女儿找回来了，哀家还没见过那漂亮丫头呢，不如上元节之际，你带她进宫让哀家瞧瞧。那是祝丫头的福分，多谢太后娘娘抬爱，老身遵命。4年前，史家大公子石好去了青城县妓院一趟后，更是差点吓个半死，还变成不举。然而，听说祝大将军的宝贝女儿没死，反而被找回来了。史太后还是动了心思。残花败柳，婚配不举的大侄子，谁也不吃这个亏，天作之合。更重要的是，还能拉拢祝家跟史家统一战线。他脸真大，他想屁吃呢，老子可还没死。你发火也没用，我已经答应那天带祝丫头进宫了。你就不能不答应？不答应，我连宫门都出不了。还是说，你早就想要我这个老婆子死了，嫌弃我这个老太婆活太长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了？算了算了，懒得跟你说。早日将阿柱嫁出去，并不是坏事，不然迟早。青城山，乘坐着契约古兽熟狐回到家的祝大宝和祝小宝，没想到扑了个空，他们娘根本不在棺材里，不知道去哪了。卧槽卧槽，你们竟然有娘！那当然有娘啊，不然我们俩是从哪里来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石头里蹦出来的吗？恶明感觉自己被内涵了，但同时又觉得他们俩说的很有道理。有僵尸小崽崽，确实就有僵尸娘嘛。你们的僵尸娘也能变人吗？师傅，你不觉得你话太多了吗？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好奇心害死猫，害死猫，喵喵喵。听说过，所以如你们所见，我已经死了，仅剩的不全魂魄还被困在了一颗古怪的石头里。万事俱备，只欠娘啦！只欠娘啦！还是僵尸爷爷好，什么时候回来？僵尸爷爷都在，娘总是神出鬼没的。可不嘛，神出鬼没的。这是我们买的春联。本人已死，有事烧纸。小事敲门，大事挖坟。横批已经尸变。爷爷娘亲我们2个，每个僵尸都要贴上。你笑什么？笑什么？难道我的春联写的不对吗？我记得让摊主写这副春联时，对方嘴角一直在不停抽搐。我笑你今天挺怪的。怪？哪里怪了？怪可爱，怪聪明的，哈哈哈！僵尸界最有文化的才非你莫属。祝大宝是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叫谦虚，像他娘一样，小脸眉飞色舞。那必须的，谁让我冰雪聪明，人见人爱呢？夕阳西斜，日暮渐渐降临，整个青城山都笼罩在一片夜幕之中。今晚并没有月亮，倒是繁星点点，星辰璀璨。挂在树梢上的红灯笼这时也都派上了用场。祝大宝和祝小宝便是收到了来自于僵尸爷爷的压岁钱，一人一个大大的金元宝，就连小蛇乖乖和古兽熟狐都有。怎么就我没有金元宝？你们排挤我！
你说什么？你要点脸不？师傅，你要不要看看你胡须有多白？你都是个糟老头子了，还有什么压岁钱？你应该给我们压岁钱才对。给我们压岁钱，给我们压岁钱到。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是体会到了。阿柱想要一副怎么样的春联？有要求吗？有，大哥，我想要一副夸我美的春联，就贴在我房间门口，让所有人都知道我阿柱美。你认真的？相公，我也想要一副跟五妹相似的春联，贴在我们厢房。好吧。沉鱼落雁金四座，闭月羞花艳八方。我是美人，真好，大哥写的真好。很快莫英英的也写好了，拿过一看，她的脸顿时烧得跟猴子红屁股般。看向相公时，眉眼含笑的祝云霄还偷偷跟他眨眼打趣。这，让我怎么好意思贴出来嘛？大嫂，你这写的是什么？让我看看。还有二嫂，你的脸怎么那么红？没什么。当晚，将军府家的年夜饭，所有人都齐聚一堂。祝老将军和祝老夫人坐在最中央的位置，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乐不思蜀的阿柱突然间想起自己近日忘了什么。糟糕，在将军府太开心，我都忘记自己还有2个崽了。很快大家便是各自回各自的院子。青城院里，屏退所有丫鬟的阿柱其实并不困，他左思右想，苦思冥想一番，尚且还有一些母爱的他决定回青城山一趟。一是看看2只崽崽回来了吗？2是看看狗皇帝还在不在？3是跟2只崽崽说一声，以后会一直留在将军府里。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会被烧死？又为什么变成了僵尸？在恢复生前记忆之前，阿柱不打算离开将军府。大黄，阿黄，你在哪里？快给我出来！一道黄烟便是骤然出现在眼前，随即面容丑陋的黄富贵以原形呈现在阿柱的面前。好丑！你这实在是太丑了，太辣眼睛了！以后不要以原形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先变成貌美如花的我的模样吧。这下顺眼多了，看起来还是很像的嘛，应该不会露馅吧？是这样的，我有事要出门一趟，可能很快，也可能要几天。总之，在我没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呢，你就暂时当替身，假装是我。主人放心，绝对没问题。当替身，我阿黄绝对经验丰富，我职业替身。反正你不要露馅了，如果你害怕露馅的话，你就装病睡觉就行了。好的，主人。很快，阿柱偷偷地离开了将军府，然后找个鸟不拉屎的巷子，用提前准备好的白绫把自己吊死了。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变回了獠牙锋利、十指尖锐的女僵尸。白绫上吊这件事，阿柱一开始是不知道的，但后来在冷宫被下令处死，醒来后发现变回僵尸的自己被吊在了白绫上。原来这玩意是上吊用的，如今正好也派上用场。是你让我看到生命这东西。我回来啦，大宝、小宝，你们在家吗？是娘回来了。娘终于回来了，呜。娘，团团圆圆的除夕都结束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是不是在外面玩得太开心，所以把我们俩给忘了？把我们俩给忘了。我们僵尸不过除夕的，我们只过死那天的忌日。不过娘还是给你们准备了礼物跟压岁钱哈。僵尸阿柱拿出之前让白纸捏的2个小僵尸泥人，他一直精心保存着，依旧还是栩栩如生，形态逼真。谢谢漂亮娘，娘你对我们真好。那必须的，给你们压岁钱。这些银子怎么都变黑了？明明昨晚上还是好好的呀。娘，你有这个心意就够了，银子而已，我们可多了，根本不缺呢。阿柱一想也是，立刻就不郁闷了，兴致勃勃地跟2只崽崽说了找到爹娘的事情。以后我就长期住在将军府啦，你们要是想我了的话，就去将军府找我，知道吗？娘，你竟然也有爹娘的吗？那当然有了，不然我从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嘛。感觉这话分外耳熟呢，我们果然遗传了娘。那娘，你的爹娘也是僵尸吗？能像我们一样变人吗？他们不是僵尸啦，他们都是人类，是我还没死，没变成僵尸之前的爹娘。那娘你为什么会死？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忘记了生前的所有记忆。我留在将军府就是为了找到答案。抱抱漂亮娘，我们会帮你一起找到答案的。入夜时分，阿柱去找独眼老僵尸询问狗皇帝，果不其然不在了。不在了，就在鲁嘛，哈哈哈哈！在青城山陪了2只年娘的小崽崽几天，初4的那天晚上，夜深人静的凌晨时分，僵尸阿柱便是迫不及待地直奔皇宫而去。
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记得狗皇帝的养心殿在哪里。他悄悄打开窗户潜入养心殿里，然后飞身直奔龙床上的赫连战而去。只是殊不知，赫连战向来警觉，睡眠也浅。好眼熟啊，见过，梦中见过。卧槽啊，怎么又是女僵尸？这是跟女僵尸犯冲吗？还是又在做梦吧？真疼！而蹑手蹑脚潜入养心殿里的僵尸阿柱呢？他也是万万没想到赫连战竟然醒着，自己被当场抓了个正着，绿眼瞬间瞪大如铜铃。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手无缚鸡之力，还无路可逃了吧？来都来了，那当然不可能无功而返。呀呀个呸！这狗皇帝可真狗，竟然在枕头底下放灵符，这他发也太狗了！要不要这么怕死？只是想吸点血变成人而已，又不是想要他的命，有必要吗？殿内动静太大，也成功引起了隐藏在四周负责保卫的暗卫叶青的注意。他一个闪身出现在养心殿内。陛下，您没事吧？朕没事。暗卫叶青这才是看向倒在地上的敌人，这一看之下猛然大惊失色。我操！这不是上次在京城商掳走陛下的女僵尸吗？怎么会出现在此？这可是皇宫吗？难道这女僵尸看上陛下的绝美容颜了，想要陛下当她的僵尸相公？不然怎么一直追着陛下不放呢？眼见扑棱在地上的女僵尸咻的一下又站起身来，再次直奔陛下而去。叶青赶紧拔剑抵挡在前。只可惜他并不是女僵尸的对手，让他对付杀手刺客这些还好，对付女僵尸这种不是人的东西是真的不行。几下功夫，叶青便是被刀枪不入的女僵尸一巴掌拍飞在地上，嘴角溢出一丝血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僵尸飞向陛下。不过手里还捏着灵符的赫连战并不怂，在女僵尸袭来之际再次甩出灵符，只是这一次灵符并没有发挥作用。同样都是灵符，都是大宝小宝送给我的，怎么一会灵一会不灵呢？奇了怪了。就这啥玩意，吓我一跳！保护陛下，保护陛下，去寻国师大人。于是扮猪吃老虎一直藏拙的赫连战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展露出自己的超凡轻功，所以略带滑稽的一幕便是出现了。只见龙床上他躲，他追，他插翅难飞，最后阿柱的利指划破了他的手臂，一丝鲜血立刻涌了出来。眼见四周来人越来越多，顺利得到了一血的僵尸阿柱也不贪心，在臭道士到来之前，立刻便是从窗户飞窜出养心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等国师玉玄道长到来时，皇宫里哪里还有什么僵尸的身影？陛下，微臣来迟，让您受惊了。朕无碍，只是皇宫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僵尸，你这个国师怕不是想卸任了？如今朕只是受了轻伤，倘若是母后惨遭了僵尸的毒手，你该当何罪？还请陛下恕罪。当然，说惶恐是假的，毕竟他是太后娘娘的人，陛下根本不敢拿他怎么样。下一次，朕绝对不会侵扰你的国师殿。是属下护主不力，还请陛下责罚。你不仅护主不力，你胆子还很大，竟敢欺瞒朕！他立刻便是明白过来，之前欺骗陛下被女僵尸掳走一事是在做梦的谎话败露了。属下该死，属下这就以死谢罪。想死没那么容易，你的性命是朕给的，朕要你今后更加死心塌地的为朕卖命。叶星除了面对僵尸老是不靠谱，其他都还是靠谱的。是，谢陛下饶属下不死，待属下伤好以后，会带领弟兄去安慰堂领罚。他怎么就追着自己不放呢？自己是上辈子欠了他的吗？主人，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脏兮兮的？唉，别说了，你呢？这几天怎么样？没暴露吧？很好，一针见血。其实暴露了，但是他不敢说。祝云泽也让他不要说出已暴露一事，所以他支支吾吾的，很是心虚的摇了摇头。既然阿柱主人你回来了，我替身任务完成，我先走了。翌日，祝云泽来青城院找阿黄，继续帮他打掩护。但是，一看到今日仙气飘飘的阿柱，瞬间眼前一亮。是阿柱，真的阿柱回来了。祝妹妹，你今日可真漂亮。月宫里的嫦娥仙子见了你，都要自惭形秽了。我也觉得，谁让娘把我生的那么美呢？果然，这才是阿柱。替身就算学的再像，也不是阿柱。大年初8，在青城山里又陪了几天僵尸爷爷的祝大宝和祝小宝，终于是下山了。许是因为过年，整个京城皆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原来这才是过年啊！京城可真是热闹啊！一路上都在看热闹、吃吃喝喝的祝大宝和祝小宝，很快便是发现他们被盯上了。应该是拐子无疑。啃着糖葫芦的祝大宝和祝小宝相互对视一眼，然后两小孩越走越偏僻，身后跟踪他们的拐子顿时大喜。很好，又得了2个小孩，这两孩子那么浴血可爱，肯定能卖个大价钱。谢谢夸奖呀！你人还怪有眼光的呢。你们是人是鬼？我们当然不是人了，我们是僵尸。来，给你变个身。一点都不惊吓，真没用，真没用。走，给陆依依小郡主和神仙爹爹拜年。
见过公主姑姑、姑父和依依表姐，我们来给你们拜年了。大宝表妹，你怎么回事？怎么现在才来找我玩呀？而且上次你们又不告而别。是我不好了，对不起依依表姐，所以这次来专程给你带了2份礼物。礼物是这些吗？怎么还会动呢？不是啦，这3个是拐子，他们想拐卖我们，反被我们擒住了。大宝表妹、小宝表弟，你们怎么那么厉害？竟然连拐子都不怕，你们太牛了！那是必须的，毕竟不能丢了我们师傅的脸。师傅，对呀，我们有师傅啦，现在跟着师傅学习斗术法术呢。我们连鬼连妖怪都不怕了，更何况是区拐子呢？我也想有师傅，我也想学习道术，想变得跟你们一样厉害。跟他说不收不收，老子不收徒弟了。祝大宝把石头师傅的话转告给了陆一，小郡主瞬间哭得更加伤心了，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依依宝姐，我们可以当你师傅教你道术呀，只不过如果你要跟我们学的，那你就要做好天天风餐露宿的准备。我们还会天天见鬼见妖，有长满蛆虫的妖，还有死得面目全非的厉鬼，以及会吸食人血的丑陋僵尸等等，全部都很吓人。到时候你不能怕，更不能跑，你可以做得到吗？你说什么？算了，我还是个孩子啊，我吃不了这种苦。翌日，皇宫里的赫连战听说了大宝小宝来拜年的事情，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俊脸也扬起一丝笑意。他换上一身长服，从暗道离开皇宫，来到公主府见2个浴血可爱的孩子。大宝、小宝，我来了。神仙爹爹新年快乐呀！神仙爹爹新年快乐呀！叶青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新年礼物，一人一份，都是些极品夜明珠。除此外，听说他们俩有了师傅，还嗜酒如命。赫连战给他们的师傅和爱美娘亲也都备上了一份新年礼物。什么？竟然还有我的份？还是皇宫里的琼浆玉露？你们这人的干爹不错吗？可真会做人，不愧是当皇帝的料。我替师傅和娘谢过神仙爹爹。2小孩也从乾坤袋里拿出了给他准备的拜年礼物，是五雷符、爆火符、爆炸符等攻击型符箓。神仙爹爹，听说你早几天在皇宫里遇到僵尸受伤了，这些都是给你的，下次僵尸再来你就不用怕了。下次一定让僵尸有来无回。为什么上次你们送我的灵符一会灵一会不灵呢？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画符啦，技术还不娴熟啦。叶青叔叔，这是给你的，你保护神仙爹爹辛苦啦。谢谢小少爷、小小姐。甚是喜欢他俩的赫连战也是在公主府陪他们玩了一下午，亲自教他们读书认字。没想到陛下竟然是个好父亲，看来是我们误会了陛下。是啊，原来陛下还是喜欢小孩的。你别说，大宝跟小宝看起来长得还是有点像陛下的，不知道的人怕会真以为是亲生的。确实很像是陛下亲生的，估计这就是缘分吧，不然陛下也不会乐意当干爹。临走时，双方都依依不舍。不过好在祝大宝和祝小宝还会留在公主府一段时间，赫连战也能抽空出来看他们。嗜酒如命的石头师傅则是日日夜夜泡在琼浆玉露里，醉生梦死，好不快活。时间一晃，就到了正月15上元节当天。我们去将军府找娘亲，手里也有将军府的令牌。好啊，好啊！这下可有好戏看了。眼前这个女僵尸2个月前在宫中被太后封为美，并且将皇帝给暴揍了一顿，后来被妃嫔合伙将她害死，并且变回了僵尸。当再次变身成人的她却被自己哥哥带回了将军府。今天的她作为将军府的五小姐，再次被太后和皇帝邀请到皇宫参加中秋节，而且她和皇帝诞下的龙凤胎小僵尸也找到了将军府。公主府的马车，还有的令牌。我们将军府向来跟公主府并无交集，也无瓜葛，怎会有人上元节上门求见呢？请人进来。不多时，2个浴血可爱、软软糯糯的孩子跟着下人来到祝老将军的面前。一直跟在老爷子身边的刘护卫立刻便认出了他俩。老爷，是之前从异兽身上救下您的那2名小道长。难怪我一见就觉得这2个孩子亲切可爱呢，原来是我的救命恩人。看来他们跟公主府关系匪浅。见过祝老将军。2位小道长不必多礼，快快请坐。2位小道长救了老夫一命，老夫还未亲自答谢你们呢。幸而你们来了将军府，让老夫还有答谢机会。小事一桩而已，而且我们不是来要答谢的，我们有正经事。不知2位小道长来此所为何事？老夫定当竭尽全力。我们是来找娘的，娘说她在将军府里，让我们想她了就来找她。我们来找娘的。烦请2位小道长说一声娘亲的名字。阿柱。哦，原来是阿柱。你们再说一遍，你们的娘叫什么名字？有些莫名其妙的祝大宝和祝小宝看他一眼，不懂他为何突然激动。阿柱呀，我们的娘亲叫阿柱，爱美又自恋的那个就是她啦。什么？他们竟真是阿柱的孩子？
这回祝老将军没听错，还听得一清二楚，说不震惊那是假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情理之中。他们刻意没去问阿柱这6年来他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就是不想让他揭露伤疤。去把老大媳妇故事叫来。不是说帮找娘吗？怎么叫别人啦？那是你们娘的娘，你们叫外祖母或者是姥姥。原来如此呀！祝大宝和祝小宝相互对视一眼，不知为何突然有些紧张的眨眨眼睛。他们还是第一次接触姥姥这种角色，也不知道会不会喜欢他们。你们放心，你们俩长得那么可爱，你们的姥姥一定会喜欢你们的。也是，毕竟我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载。那你们知道我是阿柱的谁吗？难道是娘的爷爷？对了，真聪明，不愧是祝丫头的孩子，从小就惹人喜欢。那你们知道应该叫我什么吗？这下祝大宝和祝小宝都摇了摇头，小脑袋想破天都想不出来。嘿嘿，不知道了吧？我是你们的外曾祖父，你们应该叫我太老爷。太老爷，太老爷。你们这2个小聪明。见过公爹，不知公爹找儿媳所谓何事？可是为晚宴一事？不是，我是想让你见见这2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们是小道士，大有神通，之前还救了我一命。他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先让故事对他们产生好感。果不其然，瞎眼的故事很是诧异，表情都写在了脸上。感谢2位小道长救公爹性命，不知小道长今年几岁？这就是我们的姥姥嘛，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姥姥的眼睛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娘说我们是中秋那天出生的，我们现在3岁多了。他们还是阿柱的孩子，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瞒着你。公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这2个是祝丫头的孩子，他们是来找祝丫头的。听得一清二楚的故事，眼泪哗啦便是落了下来，一时间难以接受的故事以泪洗面。本就摇摇欲坠的瘦弱身子，更是因为气急攻心一下子栽倒在地，还是身旁的顾嬷嬷眼疾手快把他扶起。心情复杂的祝老将军只能派人先将故事送回院子。太老爷，姥姥好像不是很喜欢我们俩呢。你们的姥姥并不是不喜欢你们，她只是一时太震撼了，毕竟你们的娘才刚刚回府1个月左右。你们给时间让她消化一下这个消息，让她慢慢喜欢你们好吗？那好吧。对了，太老爷，我们的娘亲呢？怎么还没来？哎呀，你们不说我都要忘记跟你们说了，你们的娘亲阿柱她进宫赴宴了，要晚点才能回府。你进宫跟老夫人说一声，让她宫宴结束后早点回府，有要事商量。这是我们家的五姑娘，老大著名盛和部氏的独女，之前身体不好，一直养在深闺之中，从不带出来见外人，以至于蹉跎至今。如今身体已经养好，便带来让大家伙瞧瞧。可真是漂亮呀！可不是吗？长得跟天仙似的，难怪你们宝贝不肯带出来。若是谁家娶了那么漂亮的女郎，那可真是福气呢。那是，我可是整个皇宫里最漂亮的第1美人。听到夸赞的阿柱只能一个劲的保持微笑。不过饶是如此，还是有宫女认出了美若天仙的阿柱。有鬼啊！有鬼啊！那绝对是众美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可，她不是被贬入冷宫，还被下令处死了吗？为什么会死而复生，还会出现在这里？不会是冤鬼索命吧？我可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啊！我太后娘娘驾到，皇上驾到。今日是上元佳节，哀家与皇上高兴，众爱卿们不必太过于拘礼，只管玩得尽兴，喝得尽兴。阿柱看大殿内的舞蹈杂技等看得正入迷呢，却见一名宫女来到了祝老夫人面前，禀明太后要见祝家五小姐的口谕。祝老夫人有些不放心阿柱一个人，便起身拄着龙杖带她一同前往太后娘娘跟前。抬起头来，让哀家看看。祝美人没死，这可真是太好了。她怎么会成了祝家的小姐？还是说她只是跟祝美人长得一模一样罢了？祝大将军的宝贝女儿竟然长得跟之前的祝美人一模一样，难道这是命中注定？哗，太好了！之前祝美人死了，尸体还没找到，这么漂亮绝色的皮囊，我一定要得到手。这个人怎么和祝美人一模一样？我当初下令已经让人给他处理掉了，太监亲眼所见，可他如今却出现在了公宴上。阿柱很是满意众人诧异的眼神，对上赫连战的目光时，他还微微勾唇，抬起了下巴。哼，我阿柱又回来了。哟呵，果然是祝美人无疑，可她为何会没死啊？难道是假死？不愧是祝家之女，长得可真漂亮，哀家一见就喜欢。来，凑近些，让哀家仔细瞧瞧。很快，阿柱在祝老夫人的眼神示意下，乖巧上前。五姑娘这手可真美，一看就是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比哀家以前还美。不过哀家就喜欢长得漂亮的美人。眉眼如画的阿柱没有说话，听祝老夫人的话，全程保持微笑，但是忍不住上扬的嘴角和灿烂的微笑，说明他被夸的心情很好。能得太后娘娘的喜爱是他的荣幸，哪里能和太后娘娘您比呢？几人你来我往，聊得似乎很是热络。另一玉座上的赫连战倒是听得心惊肉跳。老妖后笑得那么慈眉善目，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是个祝家五小姐并没有看懂，她还觉得美滋滋，这傻白甜的性格真的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难怪上次入宫被封住美人，活不过3天。但她又是怎么假死离开皇宫的？赫连战很好奇，他打算宫宴结束后就派叶青去调查一下祝家吴小姐的事情，同时再调查一下祝美人死后之事。史太后赐了阿祝一只上等的羊脂玉镯，谢太后娘娘赏赐。祝老夫人带着阿祝谢恩退下了，回到座位上后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宫宴尾声之际，看入迷了的阿祝感觉手腕蓦地一痛，然后便是不小心打翻了跟前的茶水，身上的衣裳亦是被打湿一大片。怎么如此不小心？算了，还好以防万一带了换洗的衣裳，你赶紧去换一下。娜娜，阿祝怎么还不回来？我去看看她。醒醒醒醒，吴小姐呢？她在哪里？吴小姐她一进来就突然出手打晕了我，然后我就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把我摇醒。得到这个答案的莫英英更加傻眼了，她想不通，但见她后颈处有红印，显然说的都是实话。无论如何，阿祝失踪是大事，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找到人再说。奶奶，不好了，阿祝失踪不见了。你假装身体不舒服，让宫女去把云霄找来。你们夫妻俩跟刚刚那2个宫女到处去找找，不要惊动了太多人。这老妖后的目的是什么？区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祝家肯定不会把祝家吴小姐嫁入史家的，但那又如何？只要大家把祝家吴小姐和大侄子世豪一起抓奸在床，就算她不嫁也得嫁，更何况自己还偷偷给她下了蛊，对世豪死心塌地，非她不嫁的情蛊和控制失心的是心蛊。届时一旦她嫁入史家，那是生是死，谁又知道呢？反正那副漂亮的皮囊，我势在必得。一个不知名的宫殿厢房里，被白玉手镯控制了身体和心智的阿祝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了这里。反正等他回过神来时，便已经在这了。更加诡异的是，这白玉手镯他戴上以后，竟然就摘不下来了。外面也传来了一阵阵脚步声，是面色阴鸷、全身上下散发出戾气的石好。满是阴霾的石好用力推开门，然而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祝家五小姐，而是一只面容丑陋不堪、睁着2只绿油油眼睛的女僵尸。看到是她，女僵尸还咧嘴一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梅开2度的石好怎么都没有想到，戒备森严的皇宫里竟然会出现僵尸，整个人骇然万分，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几年前的飘香院。当时他花重金拍下了青城县的第一美人，结果看到了僵尸，也是如此看着他。这一直都是他的噩梦，恐惧到极点的石好这次再也没忍住，两眼一翻，彻底是惊死过去。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活生生吓死了。鼻息间再也没有了一丁点呼吸，变回僵尸的阿祝也没有想到石好胆子那么小，他只是认出了他就是在飘香院的那个京城公子哥罢了，所以对他露出友善和蔼的笑容。毕竟一回生2回熟嘛，谁知道你会直接被吓死？这可不能怪我，这完全就是碰瓷。原来就在不久之前，阿祝发现自己手腕上的白玉手镯有问题后，比起自断手掌，他当机立断的便是把自己吊死变回僵尸。他一死的那一瞬间，手腕上原本通透漂亮的白玉手镯瞬间便是灰暗无光，2只蛊虫，一只是心蛊，一只情蛊，也从他的纤细洁白的手腕上钻了出来，准备离开这具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尸体。刚把2只蛊虫弄死，不一会脚步声哒哒的石好推门而入，被吓死。现在这副鬼样子，还怎么回到宫宴？对，大黄，你在哪里？快给我滚出来！我操！我操！你这个丑东西，你是谁啊？你不会把我的主人杀了吧？你才是丑东西，你全家都是丑东西，你最丑！我他妈明明是青城山最牛掰最漂亮的女僵尸，我美得很，我是第一美僵尸。一个是鬼，一个是僵尸，我阿黄竟然听懂了，这女僵尸自恋的性格应该是主人。阿祝，您是主人。呸！主人放心，我会小心的。这回我要当多久的替身？唉，暂时还不知道，反正等我变回人类后，我自然会回将军府找你换回来的。好的，主人。主人，你上次让我当替身，也是因为变回了僵尸，回了青城山了嘛？我回青城山看我2只可爱的小崽崽了。我操，这信息量太大了。所以不仅自己的主人是僵尸，他还生了2只小僵尸，这他妈第一次听说僵尸还能生崽的。主人，你们青城山一共有多少女僵尸啊？以前还有5只女僵尸的，但是现在1只女僵尸都没有了，就只剩下我了。哎呦我去！我终于理解主人为何是青城山最牛掰最漂亮的女僵尸了。原来就她自己1只。祝家五小姐突然失踪一事，再也隐瞒不住，不少人都交头接耳，左顾右盼。你说好端端的，怎么会失踪呢？这里可是皇宫呢，全都是进没进。
且皇宫又如何？上次皇宫还不是出现了僵尸，说不定是遇到了僵尸呢，被僵尸给掳走了。我呸！你可别乌鸦嘴了，要是有僵尸，我们这里谁也跑不掉。朕已经派禁卫军们四处搜寻五小姐的下落，老夫人不必担心。臣妇多谢陛下。话音刚落，不多时，祝云霄和莫英英夫妻俩便是带着阿柱出现在了琉璃殿门前。他们是在阿柱原来换衣服失踪的地方找到他的，当时他正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从天殿那个地方出来，一眼就被他们看到了。而原本胜券在握的史太后也万万没想到，原本被自己控制住并下了蛊的阿柱会那么快就出现，让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的他都落空了。再微微眯起眼眸定睛一看，他手腕上的白玉手镯竟然不见了。怎么回事？这白玉手镯除非是死，不然是不可能摘下来的，但现在却不在他手腕上了，难道是蛊毒被发现了？可我作为下蛊之人，分明没有感觉到蛊术被破啊！还有石豪怎么回事？难道没按我的吩咐去后殿？这一瞬间，史太后实在是有太多的疑问了，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假装带着一丝喜色。刚说你们家吴小姐不见，她便出现了。霍太后娘娘和陛下的洪福，祝丫头生性顽劣，让太后娘娘和陛下操心了。没事便好。哀家送你的白玉手镯呢？怎么没看到了？我去，隐隐约约之中，似乎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回禀太后娘娘，那手镯实在是太过于贵重，明明已经收藏起来了。太后刚想继续追问，公公就跑了进来。娘娘，不好了，不好了！施公子他死了！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回禀娘娘，回禀陛下，施公子是被僵尸害死的。属下在四处寻找朱家吴小姐时，发现史公子惨遭僵尸毒手。什么？皇宫里怎么又有僵尸？僵尸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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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丢！我躲，你竟然随身携带灵符，你要不要脸？趁现在把狗皇帝掳回青城山，不然如果夜里再来偷偷吸血，万一已经有防备的他枕头下又压灵符怎么办？这女僵尸主打一个牛皮膏药，怎么甩也甩不掉。算了，缠上就缠上吧，反正已经开始习惯并适应了。若是哪天女僵尸不穷追猛打了，那才是奇了怪了。但是该反击还是要反击的。我丢！我躲，你竟然随身携带灵符，你要不要脸？你他妈可太狗了，你怎么那么狗？你个狗皇帝！不知为何，赫连战竟莫名读懂了女僵尸金鳄绿眼里的情绪，他有些好笑，薄唇微抿轻扯出一个淡淡笑意，旋即像是炫耀亦或是宣战般，从怀里掏出了一沓明晃晃的灵符，耀眼的黄色几乎要刺眼阿柱的僵尸眼，同时也让琉璃殿内的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让他们瞬间安心极了。就连史太后看到他手里的无数灵符，都唇角微微抽搐几分。作为黄富贵的阿黄更是离得远远的，生怕波及自己。不一会，国师玉玄道长一匆匆赶来，感觉到危机的阿柱也懒得再跟赫连战僵持，立刻冲破头顶上的瓦梁逃命。妖孽哪里跑？今晚让母后和众爱卿们受惊了皇宫重地内一而再出现僵尸，这不仅是国师殿的失职，更是朕的失责。是朕没管理好国师殿。很快，大家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只是上了马车，还是对刚刚的事情心有余悸，耿耿于怀，都在议论纷纷。祝家的马车上也不例外。早知道就不去宫宴了，这一晚上心惊胆战的，先是你失踪，然后是僵尸出现，晚上怕是要做噩梦了。早就听说皇宫里有僵尸，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在皇宫生活也太惨了。你现在抓的还是鬼，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当然，阿黄只是想想而已，并不敢真的暴露身份。不过他并不知道的是，将军府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惊喜在等着他。嬷嬷，他们俩跟阿柱小时候长得像吗？像的，小小姐和小少爷长得很像吴小姐，尤其是小少爷笑起来的时候，唇角边的那浅浅梨窝跟吴小姐一模一样，那肯定很可爱。夫人，恕老奴多嘴，我知道您心疼吴小姐，心疼她在外的遭遇，但两个孩子是无辜的，而且吴小姐把他们养得那么好，肯定也是疼爱他们俩的。10月怀胎，吴小姐又跟他们朝夕相处，感情深厚。如果您一直不喜欢那两个孩子，一定要把那俩孩子赶出将军府的话，恐怕吴小姐……顾氏一听，觉得这话很有道理，脸色顿时变白。其实我也没有不喜欢他们，我只是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他们会不会真的以为我不喜欢他们了？那我该怎么办？
夫人您其实有主意了，不是吗？夫人那么疼爱吴小姐，肯定会爱屋及乌的。夫人，老夫人她带着吴小姐他们从宫中回来了。快，伺候我更衣。你们怎么了？怎么参加个宫宴？一脸惊吓又疲倦的样子，还有不是让下人通知你们早点回来了吗？怎么那么晚才回？别提了，爷爷，宫宴上出现了僵尸，史家大公子不幸惨遭了毒手。老婆子，你们没事吧？没受伤吧？没，只是受了点惊而已。那太后娘娘和陛下呢？如何了？还有其他官员及其官员家眷呢？爷爷放心，除了史家大公子史好不幸遇难外，其他人都平安无事。主要还是陛下机智，随身携带着灵符，当场吓退了僵尸，然后姗姗来迟的国师去追逐僵尸了。史家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太后娘娘还想让阿柱跟他联姻。呸！连个屁！这下好了，史好都死了，太后娘娘就算再怎么看重阿柱，也没办法联姻了。既然你们没事就好，刚好家里来了2个小道长，一会让他俩给你们大家多说说情，顺便再给你们求个平安符。这也是我让你们大家齐聚于此的原因，因为他们还是阿柱的孩子。什么？阿柱的孩子？阿柱竟然有孩子？这话犹如山崩地裂，犹如狂风海啸，让刚回到将军府不久的祝老夫人一行人都呆滞了。刚刚才知道阿柱主人有2个可爱的崽，没想到他们就找上门来了。等等，不对，大柱主人不是僵尸吗？他生的2个崽不应该也是僵尸吗？怎么是人啊？竟然还变成了小道长呀，这不合理啊！同样错愕的阿黄想不通。就在这时，2道小小的身影已经快速飞奔而来，奶声奶气的声音也传到了大厅里。娘，我们好想你。跨过门槛来到厅内的祝大宝和祝小宝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们一眼就发现了眼前之人并不是他们的娘亲，而是一只散发着淡淡鬼气的鬼。怎么回事？这鬼怎么跟娘长得一模一样？娘去哪里了？2小孩傻眼，霎时间反应过来的阿黄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他们，一边冲一边回：娘也好想你们，我是你们娘的鬼仆，我知道你们娘在哪里，她让我暂时在将军府假扮她。行吧，暂时放她一马，让她也不敢骗我们。你若是胆敢骗我们，我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们俩别的不擅长，最擅长捉鬼除鬼了。有本事你再说一遍。你，我决定了，从今以后这个假娘鬼我们招了。你们好，我是你们的2舅舅祝云霄，我是你们的4舅舅祝云泽。我是你们的2舅吗？虽然这2个舅舅比不上神仙爹爹那么俊美绝伦，但也算是人中翘楚，养眼的很。果然不愧是娘亲的哥哥。2位帅气的舅舅好，我叫祝大宝，这是我的弟弟祝小宝。2舅舅跟2舅娘很般配，天生一对。般配，天生一对啊！对，你个鬼精灵，你知道什么是般配吗？当然知道，2舅舅长得帅，2舅娘长得美，2人郎才女貌，这不是般配是什么？这下大家笑声更大了，莫英英巴掌大般的鹅蛋脸也更红。你们在笑什么？笑得如此开心。母亲，您怎么来了？之前是姥姥一时太过于激动想岔了，你们能原谅姥姥吗？其实姥姥是喜欢你们的。我们也喜欢姥姥。好孩子，好孩子。明明吴姐祝倾城都未婚生子了，身子都被玷污了，她要不要脸？竟然还笑得出来，他们又凭什么还对她好？连对她孩子都好。对了，吴姐姐，这2孩子的父亲是谁呀？怎么不让吴姐夫一起来将军府呢？这一问让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故事他们也没想到祝婉兰那么不懂事。他们俩亲爹是哪个神人？何方神圣？竟然敢跟僵尸主人同床共枕，佩服！他们晚上是睡床还是睡棺材？如果是睡棺材，再发散思维想象一下倘或遭小僵尸时棺材摇得震天响，哐啷哐当，棺材盖得快掀飞了，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了。不行，光是想象一下鼻血都要喷出来了。吴姐姐怎么不说话了呢？难道他们俩没有父亲？吴姐姐你未婚先孕，难怪阿奶如此生气，这可是要背进猪笼的事情。吴姐姐你怎么如此伤风败俗，不守妇道，水性杨花？够了，你给我闭嘴！瞎眼的故事厉声打断他的话，他不容许别人这么诋毁自己的女儿，就算是亲侄女也不行。尽管瞎了眼，却依然看得出故事眉眼伶俐。祝云霄等人亦是眉头紧蹙，满脸怒气，一脸的不赞同。如果不是眼前之人是他们的亲堂妹，他们怕是要当场打人了。一口一个吴姐姐的，却全是虚情假意，什么狗屁奇一模。我们俩有爹爹哟，我们的爹爹是神仙，长得可帅可好看了，并不是谁都能见到的。像奇一模你这么蛇蝎心肠、丑人多作怪的就不配见我们的爹爹。奇一模丑人多作怪，不配见神仙爹爹。你们这2个贱种！有本事你再说一遍。你，我决定了，
从今以后这个假娘归我们赵了。我姐姐，对不起，刚刚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说话的。但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未婚先孕败坏的都是将军府的名声，我只是害怕我和妹妹以后再也嫁不出去了。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呗，将军府又不是养不起。这话真是说得棒极了，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难怪他跟阿柱妹妹一见如故呢。早知道他们也进宫参加宫宴了，说不定还能跟娘亲见面，还能让娘亲认识一下神仙爹爹。啊，只可惜没有早知道。原来如此，那看来娘变回僵尸后，应该是回了青城山。谢谢假娘，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为阿柱主人排忧解难是我应该做的。你是个好鬼扑。既然你是娘亲的契约鬼，也知道了娘亲和我们的身份，四舍五入，你也是我们的鬼了。从今以后我们罩着你，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这是给你的传音符。当然，为了避免你会对别人说出我们的僵尸身份，我需要对你下个诅咒，只要你不说出我们的真实身份，就不会伤害性命的。你放心。明白明白，小主人，你们真的有个神仙爹爹吗？他跟你们一样是僵尸，还是人，还是真的神仙啊？他会和阿柱主人一起睡在棺材里吗？有句话叫做好奇心害死鬼，送给假娘。很快，在假娘阿黄的掩护下，祝大宝和祝小宝俩孩子趁着夜色正浓，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将军府，回青城山寻真娘阿柱。因为假娘说了，真娘阿柱离开皇宫的时候，国师玉玄道长追了上去，他们怕娘亲会有什么不测，两张隐形符贴在身上，他们的身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两位小主人的道行真是太高深了，庆幸自己跟他们不是敌人。出了京城，在郊外现身的祝小宝吹了个口哨，等了片刻后，契约古兽熟狐便是载着小黑蛇乖乖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夜幕笼罩下的青城山很不平静，一阵阵打斗声传出，偶尔还有从天而降的天雷炸响声。马德，要不是那个奇怪的白玉手镯，自己也不会变回僵尸，都怪那该死的史太后。李代桃将术法，这是怎么回事？这可是道家术法，竟然有其他道士在帮那只女僵尸，是谁？谁在帮她？为什么不敢露面？女僵尸的踪迹消失不见了，把所有气息都隐匿了，是个高手。大宝，小宝。原本已经绝望等死的阿柱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却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就突然间出现在了俩孩子的面前，感动极了的阿柱泪目了。还是俩孩子对我好。娘，你没事吧？有事，我浑身上下哪都疼。马德臭道士每次都害我身受重伤，我要诅咒他死无全尸，死无葬身之地。很好，娘亲还有力气骂人，肯定是死不了了。娘，你放心，等以后我们更厉害了，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回到了青城山，受伤的阿柱二话不说就是钻进了自己的棺材里。只要躺在自己的那副棺材里睡觉做个梦，伤势就能好了。上次受伤也是这样的，感觉不靠谱呢。祝大宝和祝小宝有些不放心的在棺材旁守了一会，见没什么太大动静，并没有什么危险后，就去了僵尸爷爷那里。黑暗幽闭的棺材里，他再次被拉入了一个虚无的空间里。阿柱又听见了一道熟悉的铁链声，抬眼望去，赫然正是上次受伤时见到的赤发男子。这一次，阿柱还是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五官处一片模糊，像是打了万恶的马赛克。阿柱，你来了。对方抬眸，声音似乎有些惊喜，但很快又变得愤怒。你又受伤了，到底是谁？竟敢一而再再而三伤了你？都是那个坏国师。阿柱嘀嘀咕咕，一说这个就很生气。怎料上次不能和赤发男子对话，然而这回赤发男子却是能听得到他的话了。伤阿柱者死。这话我爱听，这赤发男子真是太对自己的胃口了。虽然看不见他的容貌，但是他本人一定很帅很俊，比狗皇帝还俊美。阿柱，等着我很快就能出来了。话毕，他依依不舍地凝出一滴心头血，再次弹到了阿柱的身上。紧接着画面一转，听得耳朵仿如要怀孕的阿柱立刻被拉出了虚无的空间，睁开眼睛时再次身处在棺材外。自己并不是在做梦，上次不能跟赤发男子对话，误打误撞进入了虚无的空间，又误打误撞出来，所以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伤势就全好了。但这次进行了简单的对话，而离开前分明看到了赤发男子把他的一滴血弹出了自己的体内，然后自己变出来了。所以说我能恢复伤势，全靠那赤发男子的血，能变成人类，也全靠狗皇帝和连战的血。如今全都好了，身上再也没有一丝伤痕，我还是那个青城山最漂亮最牛掰的女僵尸阿柱。阿柱露出獠牙开心的笑了。
只不过阿柱是开心了，但国师玉玄道长就悲催了，一直寻找不到女僵尸的踪迹。离开青城山时，他脸色都是臭的。然而更加让他震惊骇然的是，就快到京城郊外时，跟在他身后的2只成眼僵尸徒弟突然间就爆体而亡了。而向来敏感的他，也感觉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般，有双蛰伏在暗处的眼睛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等待时机成熟后给他致命一击。而他无处可逃，手握浮尘的他忍不住抬眸望着天上的紫微斗星，强行掐指算了算自己的命格，最后噗一口吐出了一口心头血。随其将至，皆无力回天。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这么片刻的功夫，自己的2个僵尸徒弟莫名其妙的爆体而死了，而自己也成了将死命格？娘亲还是那个娘亲，但伤却完全好了。回棺材做梦，伤就能好了，这话是真的啊？怎么样，娘就说没有骗你们吧？娘是不是很厉害？是，娘不仅厉害，娘还漂亮。我们还要赶回将军府呢。娘亲，你赶紧去跳崖变回人，跟他们一起回去，免得假娘露馅。上次是娘搞错了，跳崖并不能变人，得吸狗皇帝的血才行。说起来就气僵尸，也不知道哪个瘪犊子、龟孙子、王八蛋给了那狗皇帝那么多的符箓。马德，厚厚的一沓，比爹娘烧给我的冥币还厚，想吸一口他的血简直比登天还难。妈蛋，我要画个圈圈诅咒狗皇帝，诅咒他祖宗18代，还要诅咒给他那么多符箓的那些瘪犊子。狗皇帝是皇宫里那位，不是皇宫里的那个狗皇帝是哪个？大夏朝还有别的叫赫连战的狗皇帝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神仙爹爹就住在皇宫里，好像确实也是个皇帝。你就说巧不巧？巧不巧？这可真的是太巧他妈给太巧开门，巧上天了。更巧的是，神仙爹爹手里的那一沓大灵符就是他们给的，还是因为听说神仙爹爹在皇宫里被僵尸袭击了，也就是说袭击神仙爹爹的是娘亲。所以说娘亲现在咒骂的罪魁祸首是他们2个。马德不就是吸一点血吗？又不是要他的命，他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那么小气抠搜，比狗还不如？他就不能主动上前乖乖让我吸血吗？天体，这说的是人话。所以娘，你是要吸狗皇帝的血才能变人是吗？那我们来帮你呀，你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没办法，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一个是亲娘，一个是认的干爹，还是分得清楚福轻福重的，因此只能对不起神仙爹爹了。在取血的时候一定会让神仙爹爹没太多痛觉的。我的2个崽真好，你们真是娘亲的乖崽，娘爱死你们了。对不起神仙爹爹了，我们出发了。一夜未归的祝大宝和祝小宝贴上隐身符，沿着围墙偷偷摸摸的回到了将军府。第2天和贾娘就去了公主府。大宝、小宝，昨晚上的宫宴一点都不好玩，早知道我也不去了。我跟你们说呀，昨晚在宫宴上还出现了僵尸，你们是不知道那僵尸有多丑，我当时看了一眼就被吓到了，就跟见了陈年腐朽巴巴似的，丑得我今早上都没用膳。你说的那丑陋女僵尸是我们亲娘，也幸好阿柱亲娘不在这里，跟他们一起来的是假娘阿黄，不然亲娘要暴走了。对了，这就是我们的娘亲，怎么样，漂亮吧？原本说的唾沫横飞的小郡主陆依依这才后知后觉的发现，他们身后还跟了一个人，他刚刚说的太过激动都没注意到，如今一看，顿时眼睛都直了。哇，好美的美人呀，好漂亮呀！你娘像仙女，一直觉得自己娘亲就挺美的，但现在看到了大宝小宝的娘，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原来你就是大宝小宝娘，你好美好美好美啊！让你见笑了，她性子向来如此。不会呀，依依很是可爱，谢谢小郡主的夸奖，我也觉得我怎么那么美啊？世上怎么会有我这么美的美人？你们娘好自恋呀！这是自信美。再说了，我娘说的也没有毛病呀，她确实是我见过最美的美人。自信美，自信美。俩孩子也没有忘记来公主府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见神仙爹爹并顺便取他的血。昭平公主和驸马爷陆清行也已经派人去通知了。什么？你们要离开这里了？原本还高兴他们回来的小郡主陆依依瞬间便是垮了小脸，写满了不开心，眼眶里已经是泛起了泪花，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的模样。大宝小宝都找到娘亲了，那当然是要跟娘亲住在一起，你哭什么哭？反正都在京城，将军府离这里也不算远，你想他们了，到时候就去找他们玩呗。对呀，以后我们就跟娘亲一起住在将军府了，你想我们了就去找我们呀。
府里还有2个表哥呢，我们大家可以组队一起玩的。如果你们不恐高的话，我们还可以让古兽带你们飞行哟。好呀好呀，我要去找你们玩。一直忙忙碌碌，分身无数的赫连战终于是姗姗来迟出现在密室里。你们找朕有什么事吗？我们想你了，我们想你了。听说神仙爹爹你们昨晚上又遇到僵尸啦，我们担心你呀。口腹蜜饯的祝大宝和祝小宝奶萌奶萌的撒娇，还时不时的卖个萌，实则心有灵犀的俩龙凤胎正在互相使眼色。朕没事，多亏了你们送给我的灵符。刚这么说着，下一秒，一个眼神，默契十足的姐弟俩祝大宝和祝小宝便是动手了。2张迷魂符齐刷刷贴在了赫连战的背后。很快，刚刚还在心里夸赞俩孩子贴心的赫连战，感觉突然间头昏眼花，最后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好了好了，神仙爹爹昏迷了，我们快点动手，亲娘还在青城山等着我们呢。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对不住啦，神仙爹爹，我们也不想的，但是谁让你的血对我们娘亲有用呢？这点血够了吗？我们要不要多取一点？好呀好呀，对不起啦，神仙爹爹。你们的对不起真廉价，他们的娘要我的血干什么？难道是要对我使用什么道家禁术之类的？1刻钟后，已经取完血并放进乾坤袋里保存的祝大宝和祝小宝环顾四周，见没有任何露馅的地方，终于是撕下迷魂符叫醒赫连战。神仙爹爹，神仙爹爹，你怎么了？你不要吓唬我们，你不要死啊！呜呜呜！你不要死啊！呜呜呜！明明应该生气发火的，但是不知为何确实气不起来，也莫名舍不得对他们生气。朕这是怎么了？朕怎么在地上？神仙爹爹，你抱着我们突然间就晕倒在地了，把我们俩吓了一跳，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呢，还好你没事，你肯定是最近太累了。神仙爹爹太累了，心疼神仙爹爹。对了，神仙爹爹，你的手臂被磕了1道血，不过你放心，我们俩已经帮你包扎过了。原来如此，朕最近太忙太累了，对不起吓到你们了，谢谢你们这2个贴心的小萌娃了。赫连战假装信了，不过在他们离开公主府后，却是派出了2名暗卫跟踪他们，就算被发现了，也可以美其名曰是保护他们俩的安全，护送到家。同时，赫连战把驸马爷陆清行招来密室。你知道大宝小宝的娘亲是谁吗？他们现下住在哪里？回禀陛下，大宝小宝的娘亲是将军府五小姐。听闻年前刚刚回到府中，如今他们就住在将军府里。什么？将军府五小姐？那就不是祝家，不就是昨日在宫宴上长得跟祝美人一模一样的那个绝色女子啊？不，应该说她就是祝美人。你确定？陛下，微臣亲眼所见，确实是祝家五小姐。昨日上元宫宴，她也跟随祝老夫人到场了。一时间，赫连战脑袋嗡嗡作响，心里一团麻乱，找不到一丝头绪，只有满脑子的疑惑得不到解答。刚回到金碧辉煌的皇宫没多久，前去调查祝家五小姐的暗卫叶青便是出现了在赫连战的面前。陛下，您让属下调查的祝家五小姐已经有了一些眉目。祝五小姐16年前失火而死的，当时祝家也下葬了，但就在年前，祝五小姐又突然出现了，还带回了2个孩子。陛下，您猜猜这2个孩子是谁？是大宝和小宝。陛下您可太神了，竟然一下就猜对了。因为我刚刚才在公主府见了他们，他们的娘也一起去了公主府。好吧，合着我就是个献宝小丑。属下还调查了一下6年前的失火事故，发现祝家2公子祝云霄也在暗地里偷偷调查此事。至于死的到底是不是祝家五小姐，当初事实如何，是谁害死祝家五小姐，暂时未知。同时，属下也调查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当初祝美人未出死时，并美人亲眼所见她真的断气了，但他们都口口声声且信誓旦旦给祝美人强行灌下了毒药，并用白绫把她吊在房梁上。还有就是，其实祝美人并不是被选中的秀女，她是冒名顶替的，她顶替了杏花村何珠珠的秀女身份。至于真正的秀女何珠珠，他们一下离开了杏花村，不知所向。属下回禀完毕。是谁？奇怪，明明听到了笑声啊，怎么又不见了？当初在冷宫里，应该是有人把祝美人救下了，有没有可能是大宝和小宝俩孩子？毕竟他们2个孩子并不是普通人，在冷宫里救下快要濒临死亡的娘亲，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个猜测也最合情合理。只是祝美人为何要我的血呢？难道是因为太过于怨恨自己把她打入冷宫，所以得知了自己是大宝小宝的干爹后，想要借助孩子的手来报复自己，例如给自己下诅咒之类的？好像并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当初祝美人侍寝时在养心殿里见了一面后，就直接暴怒而起揍了自己一顿。真相大白了，开始感觉哪里不对劲。当时侍寝时他还说了一句是你，所以自己曾经和祝美人见过。陛下恕罪，属下跟丢了他们，属下无能，实在是那奇怪的古兽飞行速度太快了。不是你们的错，朕知道了，都退下吧。
他们的新娘还在青城山等着，所以他们最终肯定是会回到青城山的。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青城山，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寻找着大宝和小宝的踪影。本人已死，有事烧纸，小事敲门，大事挖坟，已经失恋。这也太恶趣味了些。然而，就是这么轻轻的一声，让原本在附近不远处汲取月光精华的僵尸阿柱听到了。毕竟他的耳朵可是很敏锐的呢。僵尸阿柱从高高的树顶上飞了下来，很快回到自己的僵尸老巢前，用僵尸语轻吼了一句：“是谁？奇怪，明明听到了笑声啊，怎么又不见了？难道是他听错了？”自己现在要不要对他动手？我算是发现了，大宝小宝给的灵符是真的好用啊！就眼睁睁地站在女僵尸的面前，但女僵尸却根本发现不了他。赫连战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打量眼前的女僵尸，大约就是2米不到的距离。近看愈发觉得这女僵尸长得丑，此时应该很惨，毕竟满脸满身都是烧伤的痕迹。莫名的，赫连战感觉到了一丝心痛的痕迹，这心痛实在是来得莫名其妙，让他忍不住蹙了蹙眉。而没发现任何人的僵尸阿柱又飞回了树顶上汲取月光精华。娘，我们回来了。幻觉，这肯定都是幻觉。娘，我们帮你把狗皇帝的鲜血取来了，你快喝了吧。娘，快喝了吧，喝了吧。狗皇帝，狗皇帝，我是狗皇帝。明明几个时辰之前在公主府里的时候，他们一口一个神仙爹爹，叫的是那么奶声奶气，还发自肺腑，怎么现在就变成狗皇帝了？他们这2个小骗子，这丑陋的女僵尸真的是大宝小宝的娘亲，但他们的娘亲不是将军府里的祝家武小姐吗？怎么一会的功夫就变成女僵尸了？再说了，僵尸作为徘徊于3界6道外的邪物，竟然还能生子。下一瞬，赫连战便了然了，因为他眼睁睁地看到了令自己永生难忘的一幕，就算是化成了灰都忘不了。1秒后，僵尸阿柱变成了人类阿柱，原本面容丑陋、龇牙咧嘴的女僵尸变成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祝家武小姐。大宝小宝，你们真是太棒了！赫连战懵了，赫连战傻了，赫连战内心受到了巨大冲击，赫连战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嘿嘿嘿，真好，终于又变回人了！大宝小宝，你们真是娘的好宝贝，娘爱你们，我也爱娘。娘，你可真好看，真漂亮。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将军府吧。祝美人竟然就是那女僵尸。赫连战的心里就像是平静的湖面突然掀起了滔天巨浪，一阵接一阵的惊涛拍岸，实在是难以平静和镇定。浑浑噩噩中，赫连战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去的，只知道等他回过神来时，他已经回到了富丽堂皇的皇宫里。暗卫叶青看到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好似灵魂都被抽走了般，稍稍有些担忧。陛下，您怎么了？陛下在青城山发生了什么？怎么回来后就变成这样了？没事。今日赫连战并未上朝，他也没有心思上朝。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祝美人从僵尸变成人的那一幕，呆呆地坐在御椅上沉思良久。赫连战终于是慢慢地想明白了一切事情，全都捋顺了。首先，祝家武小姐6年前应该是真的被大火烧死了，只是不知为何最后变成了女僵尸，还生了2个孩子。其次，自己的血液能让她从僵尸变回人类，这恐怕也是自己一而再再而三被女僵尸追逐的原因。至于自己的血液为何如此有用，暂时还想不明白。赫连战蓦然间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到女僵尸的画面，那是在玄冰寒潭里，自己当时身中了情蛊，然后突然间一只女僵尸从天而降。现在回想起来，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女僵尸满脸烧伤模样，虽然跟后来的女僵尸模样略有些不同。记得当时自己是吐血了的，醒来时还浑身赤裸地躺在寒潭边。假如说那个女僵尸就是祝美人呢，她喝下自己的血液变成了人类，还帮自己解开了情蛊，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也难怪祝美人第一次见到自己时说了一句是你，之前猜不透是因为不知道阿柱的僵尸身份。其实细细回忆起来，在被情蛊彻底控制之前，隐约之中是感觉到了一丝属于人类的柔软身材和凹凸有致等等。陛下，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去一趟青城山回来后就疯了呢？之前坐在御椅上动也不动，一会皱眉一会抿唇，现在还疯了。陛下该不会被鬼上身了吧？算算时间，祝大宝和祝小宝他们今年3岁多。陛下，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去一趟青城山回来后就疯了呢？之前坐在御椅上动也不动，一会皱眉一会抿唇，现在还疯了。陛下该不会被鬼上身了吧？算算时间，祝大宝和祝小宝他们今年3岁多，而第一次在玄冰寒潭见到女僵尸，哦不是祝美人时是4年前，时间刚好对得上，他们就是自己的孩子。不然以自己不喜欢孩子的性格，怎么会那么喜欢他们俩呢？肯定是因为他们之间那种至亲至爱的血缘关系。他有2个孩子，哈哈哈，他们的鼻梁是像的，他们的小嘴唇也是像的。半晌后，喜笑颜开好似癫狂的赫连战终于是渐渐的平静下来。大宝和小宝像真吗？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相的，如果不是知道陛下和他们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还以为他们是陛下的亲生孩子呢。上次在公主府里，属下跟昭平公主和驸马爷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了，也难怪陛下您如此喜欢他们。暂时不能把祝美人的身份告诉任何人。既然阿柱是能变人的女僵尸的话，那么大宝和小宝两个孩子很有可能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的身份必须保密。想到面容绝色的祝美人，赫连战微微垂眸，眼眸里的光芒暗了暗。他其实很能理解祝美人见到自己的心情，毕竟是自己负了她，在他的眼里，自己肯定就是个不负责任的混账，一走了之，让他独自承受生子的痛苦和折磨，还让他独自艰难抚养孩子长大。也难怪第一眼见到自己时，祝美人那么的生气，还二话不说揍了自己一顿，而自己当时竟然把他打入了冷宫，这不是让祝美人更恨自己吗？当初自己就应该让他多打几顿，发泄出心中的恨意。现在送上门去挨打的话，还来得及吗？就从替他报仇雪恨开始吧。后宫里的容妃他们蹦跶的已经够久了。叶青，你继续负责调查祝家武小姐6年前死亡一事，无论如何必须把真相查出来。京城里的人都知道了大宝小宝是阿柱的孩子，将军府对外宣称这是阿柱认的孩子。6年前的阿柱其实没死，只是被养在了道观里，这是他在道观里收养的孩子，如今一起带回了将军府。至于信不信，京城里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怎么都比未婚生子的名声要好。皇宫里的赫连战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微微皱了皱眉。忙忙碌碌3个月后，大部分大权在握的他，终于是有空思考要以什么借口接近阿柱并刷他的好感了。现在这个皇帝身份肯定是不行的，他只会排斥自己的靠近，要不换张脸，换个身份。也是巧了，他派出去的暗卫打听到将军府正在招一名武功高强的女武师，只在教阿柱习武，正好机会送上门，拼了！我看1号能过，身板够结实啊，武功肯定高。要不叫五妹过来看看？祝老将军想了想，觉得是这个理，当即让他把阿柱喊过来，看他最喜欢谁。阿柱，你来看看最喜欢哪个？你们谁更厉害？我只跟着厉害的人练武，我要当最厉害的人。五小姐，我能手撕妖怪，我能脚踢恶鬼，拳打僵尸。那是没遇见我，我不用拳头就能打到你。哼！阿柱哼一声，从左看到右，又从右看到左，隐隐闻到一股极为熟悉好闻的香味。狗皇帝！他吸了吸鼻子，顺着香味噔噔噔走过去，站在一名武士面前，微微仰头看着比他高的女子，大大的眼睛眨了眨。不是狗皇帝，没想到其他人身上也有这么好闻的味道，长得也比其他人好看，不过我比还差出那么一大截。你叫什么？赫连战见阿柱直从自己而来，心跳险些漏了一拍，差点以为自己被他发现了，对上他清澈见底的眸子，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某处悬着的地方落了下来。贺真，你厉不厉害？我只要厉害的武师。他们齐上都不是我的对手。哎呦我的妈呀！不是，这女子也太狂了吧！既然这样，我们就来比一比，你接不下我3招，到嘴的鸭子还能飞了不成？女武士们受不了他的挑衅，将人团团围住，本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结果一交手，他们顿时明白什么是大义了。半盏茶的功夫，依稀败在他手下。赫连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战局，眉眼尽是满意的神色，状似不经意瞥了一眼阿柱。他身上真的好香，好想咬一口。要不找个借口把人留下来，比狗皇帝方便多了，留在身边随时都可以吸溜一口。贺真武功高，妥妥送上门的人才。阿柱啊，救他怎么样？这女武士身上真的很香，阿柱肚子咕咕叫，可是吧，这种香味又很容易让他想到狗皇帝。我想揍你一顿。阿柱一语惊人，赫连战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这么迫不及待，好啊，等的是你的武士，放心走，将军府有钱，走多少顿都可以，救他吧，不愧是将军府的人，有狼一样的血性，哈哈哈。赫连战总感觉哪里不对，不过入住将军府的事情稳了，也算得偿所愿。赫连战被安排了一个距离阿柱不远不近的院子，凳子没坐热，阿柱摩拳擦掌找上门。你怎么这么不积极？你这样怎么教导我武功？赫连战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找阿柱，对方主动送上门来，他别提多满意了。好，我们现在就去。赫连战在将军府住的几天，拐弯抹角打探阿柱的喜好。赫连战实力摆在那儿，只要蛊毒不发作，谁拿他都没办法。每次阿柱朝他袭过来，都能完美避开。借莫英英的话就是猫捉老鼠。人类真的太脆弱了，要是变回僵尸，10个贺真也不是对手。但是变回僵尸就没那么好看了，要不再偷偷收集一点狗皇帝的血。赫连战无端打了个喷嚏，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感觉这2天阿柱看他的眼神火热很多。
难不成是被我独特的魅力吸引？人类真的太脆弱了，要是变回僵尸，10个贺真也不是对手。但是变回僵尸就没那么好看了，要不再偷偷收集一点狗皇帝的血？赫连战无端打了个喷嚏，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总感觉这2天阿柱看他的眼神火热很多。难不成是被我独特的魅力吸引？你恋上我了？不应该吧，我现在是女子的身份，不会吧？又一次交手，赫连战对上阿柱怨念气恼的眼神，他故意露出一个破绽，任由阿柱把他扑在地上。打人不打脸。阿柱可没有能听到别人心声的能力，正兴奋地挥舞着拳头，心里数着拍子直哼哼。看我打赢你了，我打赢你了！话没说完，阿柱眼睛一亮，直接丢下他，扭过头看向身后。赫连战被忽略了个彻底，刚要开口，一道软乎乎的由远至近。娘，我们回来啦！乖乖，这是太老爷、姥姥他们给娘请的武士。祝大宝视力超好，老远看见娘亲按着一个人打，那人还挡着脸，完全不是娘亲的对手。娘，你比武士厉害，你来教武士才对。娘亲真的好厉害，女武士太弱了。赫连战只感觉膝盖一疼，像被扎了一剑。那是没有人是娘的对手。他顿时沉默了。对于乖宝的喜爱，还是促使他厚着脸皮走过来，绞尽脑汁的想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原来是漂亮姐姐，可惜漂亮姐姐脸上有伤，破坏了美感。大宝小宝，漂亮姐姐认识我们？认识我吗？这不是为当上武师做足了准备功夫。这几天在外面玩，京城新升起一股热潮，什么行业都卷。漂亮姐姐，你以后就跟着娘，让娘教你武功。你看你这么弱，要不是遇上好心的娘亲，出门是要被欺负的。要被欺负的？我真的一点也不弱。你们一口一个漂亮姐姐，难道娘亲都看不见了？才没有，娘亲是最漂亮的，美若天仙。不，天上的仙女都比不过娘亲，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走，我们出去溜溜吧。芥末英英的话就是猫捉老鼠。姑娘，您国色天香，配上这只白眉缠金步腰簪，那美的谁看了谁都走不动道，眼里心里呀，只有您。那是天底下有谁比我更好看？娘亲真漂亮，娘漂亮。小范被阿柱的笑晃晕了眼，他经商这么多年，第一次遇见长得这么好看的女子。哎，你这护卫咋当的？还让自家主子拿东西？如果眼神能杀死人，小范现在已经被赫连战千刀万剐。转念一想，这倒是个机会。来到下一个摊位时，他主动付钱，接过小范递来的唐朝板栗。你要吃不会自己买，干嘛抢我的？朕专门给你买的。堂堂皇帝，好不容易示好一次，被伤得这么彻底。既然是给我买的，那我就大发慈悲收下了。成语不是这么用的，善心大发。赫连战沉默了，看着阿柱一脸开心的样子，槽点太多，他一时间不知从何吐槽。漂亮姐姐，你干嘛呢？大宝，你有没有感觉到，似乎有人一直跟着我们？漂亮姐姐，你也不弱嘛，我还以为你一直都察觉不到。不弱嘛？那你们为什么？你好笨呀，娘玩得这么开心，干嘛要打扰她？那个鬼鬼祟祟的人胆子很小的，我们玩了这么久，他都不敢靠近，很弱啦。弱啦，一直放任也不太好，不如我去把他揪出来，看看到底是谁。我和小宝去，你去帮娘拿东西，有我和小宝在，绝对把人揪出来。祝大宝和祝小宝蹦蹦跳跳凑到阿柱耳边说了几句，阿柱十分放心的摆手，姐弟二人手牵手走了。出来吧，跟着走半天了。狰狞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10几道魁梧的身影从雾里走出，为首的汉子凶光毕露。去死吧！太好了，太好了！祝大宝和祝小宝上蹿下跳，掏出灵符一甩，噼里啪啦的声音炸开。他们好像不太对劲。祝大宝和祝小宝对视一眼，最后一波五雷符砸下，剧烈的冲击波将他们撞飞，断胳膊断腿的尸体倒在地上，忽的不动了。他们好像傀儡啊，又不太像，好弱，符纸都能打败他们，和之前遇上的不太一样。不太像不一样，要不带回去给师傅看。小宝，小心！好坏的手段，下一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赫连战自从祝大宝和祝小宝离开后，生人勿近的冷脸摆不下去，眉头皱的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他看着一无所知的阿柱，还是没忍住把事情告诉他。大宝小宝，恐怕遇上什么事了。姑娘天仙般的人物，就该用最好的珠宝。你看看我们家的大珍珠，那是从深海100米，哦不，1000米的深水下打捞上来的明珠。
一年运气好就一颗，你看多闪，质地多透多润，用来给你做首饰、做裙摆上的装饰都很合适。我看过这么多客人，就你配得上。店家销售话术张口就来，阿柱偏偏吃这一套。他们才不会有事，肯定是去其他地方玩了。合适，我看过这么多客人，就你配得上。店家销售话术张口就来，阿柱偏偏吃这一套。他们才不会有事，肯定是去其他地方玩了。他们再厉害，也只是个孩子。如果有人刻意诓骗，他们或许察觉不出来。他们比你聪明多了。就当大宝他们比我聪明，我们还是去看看也能放心。你很奇怪，安，一个笨的人去担心聪明的人，而且不放心的是你，不是我。我为什么要去？你自己找不到路。赫连战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能留你一个人吗？你看，大宝小宝都被引开了，说不定下一个被引开的是我。他们嫉妒你的美貌，我这就去揍他一顿，看他还敢不敢一直跟着我。你这是打草惊蛇。你怎么那么笨？不是警告吗？我去揍他还不够警告，抓住他，直接问大宝小宝在哪里不就好了？真笨！而且我是去抓人，不是打草抓蛇，我不捉蛇。堂堂皇帝被人当面骂笨，赫连战气得头晕。还不是为了大小宝。其实有一件事我忘了跟你说，大宝他们去的地方有一个宝箱，只有世上最好看的人才能打开。大宝小宝虽然长得好看，但他们年纪小，是打不开箱子，只有你去才可以。你不是天底下最美的人吗？有这种箱子？当然有，这个箱子肯定是为我准备的。赫连战咳了一声，对上阿柱亮闪闪的眼睛，只觉得心里某个地方一软，唇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至于箱子，只要能拿出箱子，就不算骗人吧。大宝小宝安全后，回宫中用势力把天底下最稀有最好看的东西塞进一个箱子里，然后送给阿柱，哄他开心。一刻钟后，半推半哄半夸之间，阿柱和赫连战站在了刚刚经过一番打斗的巷子里，旁边就是断壁残骸。我就说吧，大宝小宝他们没事，你说的宝箱在哪儿啊？你是不是在骗我？宝箱闻名天下，虽然那些人没办法打开，但一直有人争抢。看这里的情况，可能是被其他人带走了。你看，大宝和小宝也不见了。阿柱哼了一声，扭头走了。女僵尸一场意外，竟然和当朝皇帝一夜春风，并在3年前历经雷劫诞下龙凤胎。得知真相的他，决定化身女武师，悄悄接近女僵尸，并且俘虏她的芳心。陪女人逛街果然是个体力活，好在阿柱身边的是我，一般人肯定没有我行。Yes， 这位仙女你好，我叫张三，你长得真漂亮呀，我喜欢你。仙女你逛那么久，肯定还没吃饭，我这里有馄饨，仙女你要不要吃？好呀，谢谢你，真有眼光。仙女请用。这一声说出，街上瞬间陷入诡异的沉默，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准确的说，是落在阿柱身上。不对劲，十分有好几分的不对劲。来路不明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乱吃？你气死我了！我看着他从馄饨摊拿的，热气腾腾新做好的。你不要小看我，我可是青城山第一，是京城最厉害的人，谁都打不过我。我的糖人呀，我的首饰呀，我的馄饨呀！还没走远，半条街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过来，站在阿柱面前。他们和张三一样，脸庞通红，眼里透着不正常的狂热，眼瞳都呈现出桃红色。他不懂心疼仙女，我们心疼仙女。老婆子，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么标致的人儿，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唇，凡人哪生得出这等绝美的模样？老婆婆颤巍巍伸手去摸阿柱脸蛋，阿柱刚躲开，腿就被抱住。我抓住仙女了！还是大宝小宝的手感好。一时间，街道上所有的人都往阿柱身边挤，赫连战被狂热的人群挤到一边纳凉，根本就进不了阿柱身边1丈的位置。众人嘴跟抹了蜜似的甜，夸赞的话一套接一套，动作也不闲着，有什么东西就送什么。你们送礼归送礼，能不能不往我身上压？压伤博弈啊！赫连战撕开最近2个人黏着阿柱的人，但他们人挤人，就跟洋葱一样，包了一层还有一层。你们不许碰我，都给我让开！阿柱起初还挺开心的，可是最终围着他的人实在太多了，黑压压的一片，一人一句吵得他耳朵疼。众人愣了一下，反应迟钝的挪出一个半丈宽的距离，眼巴巴瞅着阿柱，好比一群摇尾巴的大黄，等待主人摸脑袋。一双双泛着桃红的眼睛带着不同寻常的狂热。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就在此时，人群包围之中飞出2道身影，祝云则一眼看出是他的阿柱妹妹和新请来的女武师，穿梭在错落不一的屋檐上，不一会儿消失在天际。在他们离开之后，原本怎么驱赶都凝滞的人群终于动了，如潮水般涌向阿柱2人消失的地方。怎么回事？希望不是阿柱出事了。祝云则眉头紧凝，立马扬鞭朝将军府赶去。当他抵达将军府那一刻，
看见面前的景象和疯狂的人群都傻眼了。这是怎么了？他们怎么都跟失心疯了似的追着阿柱妹妹不放？另一边，一间草舍，祝大宝和祝小宝对坐，桌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零嘴和风车玩具。我们是感应到他身上有一股不舒服的气息才过来，还以为能赚大大的功德，结果他想当我们的娘，还想用妖术抹去我们的记忆，认他当娘。我们可是最厉害的小僵尸，这种坏术对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他根本没有咱们的娘好看。娘好看。不合胃口吗？阿宝喜欢吃什么？告诉娘，娘去帮你做。